嫂子，野哥，我和海儿去抓了黑条送过来，嫂子一定喜欢吃。一个讨好的看着我们，一个心虚的低头。现在相信枫叶说的话了，还真是有事找他的。坐吧。原本想让他们快点说，快点走，但转眼一想，现在无聊着呢，让他们在这里耗着，看什么时候才能说出来。果干泡出来没什么甜味，泡久了还有些酸，可也有味道嘛，就当喝果汁了。原本已经想好了要怎么说，可是被野哥那冷冷的眼神看着，想说的话卡在嘴里说不出来。他木碗烫是直接放在桌子上，然后舀开水过来冲进去，现在才几秒钟吧，真怕他的嘴被烫脱皮了。幽默的嘴变红，也不知道里面起没起泡。那个，幽默说从百灵鼠部落带回来的雌性很多快要成年了，想问我们可不可以先去让他们选。嫂子，等族长分配伴侣，我们会等很久很久。我想早点没有伴侣。知道能从百灵鼠部落换雌性回来，全靠野哥想出来的火炕。因为是野哥想出来的，所以风言风明他们都有伴侣了，其余的才让族长去分配。我不知道野哥会不会同意，但我就想问问，万一同意了呢？好家伙，知道风野不好说话找上我了，看来自己长得面善呢。你问他呀。家里都是嫂子你做主，当然要跟你说。嫂子，我们有了伴侣后，很快就会有崽子，到时候我们的崽子可以一起玩，一起训练，那多好呀！有了崽子后，这几个山头会越来越热闹，越来越强大，就越来越安全。不跟他们说清楚？这件事我已经跟族长说过，韩朝一过就会安排你们过去，能不能被雌性选上，就是你们的事了。谢谢嫂子，谢谢野哥。你们家里没有伴侣的兄弟都可以去，这是枫野之前就和阿伯商量好的。趁现在没什么事情做，你们又不怕冷，可以把家里该准备的东西准备好。有了伴侣后就不用那么忙了。有事情就直接说，答应或不答应我会直接说，不用吞吞吐吐半天说不清楚。你们把黑条留下，其他带过来的猎物拿回去。外面放了那么多，他不缺吃的。这里有2种可以当调料的植物，你们看看认不认识？这种花到处都是，等热季一到，我全部摘过来。是画的也没那么像花吧？这不是花，是一种树结的果子，一个接着一个，没有成熟的时候是绿色，成熟了会变红，隔得老远就能闻到味道，吃起来麻麻的，有种喘不过来气的感觉。这都快喘不过气了，谁还敢去找啊？这不像是在找吃的，倒是像在找有毒的果子。雄性鼻子灵敏，一旦发现气味太过奇怪的就不会吃，更别说你说这个吃了会喘不过气来。对啊，嫂子，你要不换个其他果子找找？他们都对气味大的没见过的食物保持警惕之心，我能理解。万一吃到有毒的，真的会嘎。那你们看见哪里有不用摘回来告诉我们。这东西我也不会随便吃，要确定可以吃才会吃的。也不用特意去找，就是平时看见了过来跟我说一声就可以。哎，枫野每天除了和我睡觉煮饭，大多数时间都用来做这个了。这些放到热季再洗，也不知道还能不能用。要不是家里摘回来的丝线多，现在早就没有床单可用了。还是我来让你做其他的比较好，这个需要耐心慢慢做，不然睡不了多久会东一坨西一坨的，就不舒服了。家里还有好几个可以不做。韩朝也没多久了，垫在身上的垫子被子还有很多，连垫在凳子上也做了不少，剩下的就用来做枕头吧。等我们去水边的山洞可以拿来用。下面的山洞最开始是垫的干草，一翻身就咯吱咯吱吱作响，后面采用白圆球当垫子，洗睡着才好了些。可那里太潮湿了。门卫以前这里放的那个石床还丢在外面，我把它弄进去就可以了。可弄了石床进去，你肯定会铺满垫的东西，睡在上面跟烤火似的。那时候你还让我抱吗？是那么个道理。要暂时的太热，冷的就少铺一铺一把。我睡在垫子上面，你直接睡在石床上，这样你就不热了。你要什么都可以给你做，但你要让我抱着睡这件事没商量。如果到时嫌热不让我抱，我就把这玩意儿全丢了。别看他现在说的凶，但他肯定不会这么干。我们再把洞口的那棵大树下用干草搭一个棚子，也不用怎么忙活，就去割些草回来编成帘子，然后弄在树枝上就可以了，这样不会有树叶和虫子掉下来。下面再弄一个简单的石桌和凳子，吃饭会方便很多，也能增加幸福感。自己提的要求他一个没答应，还接着提那么多事。你先说让不让我抱着睡？天气热的时候2人抱在一起出一身汗，全身都黏糊膏，容易出汗。让你抱，大不了我陪你一起睡光秃秃的石床，然后身上被弄的全是pin青，身上没一块好皮。那就和我一起睡光秃秃的床，在上面多抹一段时间，习惯后就不会青青紫紫了。行啊，只要你愿意就行。之前不知道是谁说的，就喜欢我白白嫩嫩的，随时想亲想抱，还说要把我养的不止白白嫩嫩，还要越养越胖。这才过了多长时间就变了？我就说出来吓吓你，还真能让你睡光秃秃的石床。我们有多少天没亲近了？我现在想的话，哪里有多少天？前天晚上不是才亲近过吗？那已经是前天晚上了，过去了好久。你都已经快吃晚饭了，我去给你煮腊肉吃。你之前不是说要去找阿伯吗？快去快回，回来就能吃晚饭。每到这个时候，身边人总能找事情给他做。阿伯这么久没来找我很意外，以为不出2个月阿伯就会找我去干事，结果寒潮都快过了都没见到人，躲得过现在也躲不过晚上，在家等着我回来，可别装睡叫半天都叫不醒。如果不听话，我可不会管你是真睡还是假睡。煮饭可以慢慢煮，不急于这一时。把枫叶支走，还真不是因为害怕晚上2个人要做点什么，而是害怕现在要做点什么。我自己已经好久没洗澡洗头了，总觉得发痒，全身不自在。枫叶在这方面格外执着，他可以洗，就是不让我洗。虽然是为我着想，
但时间长了，我还是气得咬牙切齿。你身上是香的，不用洗。说我身上是香的，不用洗。哼！坐在炕上，把身上穿的衣服解开，特意的闻了闻，没什么味道，但肯定不香。我真的被风眼弄魔怔了，闻自己身上有没有味道，我自己也真是做得出来。水温刚好，我怕水冷得快，还特意放了些热水在旁边，一会儿可以勾兑。这次不能泡澡，只求能把身上洗干净。洗干净是为了让自己更舒服，可不能着凉。刚刚洗了澡，坐在炕上都觉得凉飕飕，庆幸头发剪短了一截，在手酸之前，头发已经干得差不多。换一条干的毛巾继续擦。可不能给枫叶看到，不然到时候念叨我是轻的，生气了才吓人。我自己现在洗个澡都跟做贼似的，害怕被他看见。我还在山洞里转了一圈，确定看不出异样，才慢慢做着其他事。我觉得正常的很，我就说枫叶心里有数，该出来的时候会出来。哟，有的人居然知道出来了。今年有了火炕，雌性过得舒服又安逸。部落里的雄性不是出来找东西，就是在训练，而有的人只会在山洞里睡大觉，其他的一概不管。是啊，谁叫我有伴侣，武力值又高，这个时候不在山洞里面睡大觉干什么？没有事做，还非要找点事来做。两人见面不相互说几句，心里是不是不痛快？我觉得跟你们那两个老了就住一个山洞，你们可以从早骂到尾，等哪天骂够了，不想骂了再分开。算了，现在你说不过我，以后更说不过，别气出毛病。我早就说过，阿伯如果闲得慌，就出去到处跑跑，身体好才能活得更久。你给我等着，老了收拾不了你，现在还收拾不了你。你阿婶决定教清幽医术。最开始顾虑你们刚刚成伴侣，让你们总分开不好。现在可以了，你们在山洞里了这么久，该黏糊的也黏糊够了。趁现在天气没有那么冷了，你阿婶又没事，把人给送过来吧。拿他没办法，但他身边还有个清幽，我就不相信枫叶不心动。我确实心动，我舍不得伴侣离开我身边，但对他好的事情愿意让他去做。跟阿婶学医只有好处没有坏处，自己出去了也不怕清幽在家生病。再过一段时间，我现在在教清幽学字。等他学的差不多了，又愿意，我就送他过来。你阿婶比你教的好，过来一起学了。就你把清幽宠上天那个性做法，他在家想学就学，不想学就不学，学几个月啥也学不到。哼！清幽还小，学这些要慢慢的来。阿婶也还小，有很多时间可以教他。枫叶这懒散的性子，除了重要的事情只想着睡觉。希望清幽不是这样的，不然伴侣会和自己一样气得半死。你自己好好想想，你阿婶学这个学了多少年？还要花时间在雄性雌性身上试着做，才能得心应手。热季有做不完的事，大风季部落里有很多雄性受伤，现在先学点最基本的。我们才成伴侣多久？我自己有做不完的事，清幽也要有学习不完的东西。我先回去问问青羽。如果是其他雄性说这话，我敢肯定第二天人就送过来了。但这话从枫叶嘴里冒出来，可能热季来了都不会把人送来。我之前就有让几个兄弟也过来学医的样了，我打算让他们一起，还会在部落里找些雌性。当初我学医的时候，最开始有很多雌性，坚持下来的不多，也只有我学的最好。学会一些的雌性分布在部落各个山头，简单的会直接处理好，只有看起来很严重的才会到这里来。学医繁琐又枯燥，部落里的雌性学会了，在他周围的雄性雌性可以去看。青柚和绵雨他们学会，可以互相帮忙，不用那么累，也不用像你阿伯说的那么着急。热季几个娃子要结伴侣，刚开始肯定没时间。外面暖和了，青柚有时间可以过来先学着，没时间就缓缓。之前他过来帮忙，草药已经认识了一些，在这方面是有天赋的。我想青柚也愿意。阿婶有事情会好好说，我自然也会好好听。
我回去问问青叶。之前就等最好的时机，也以后怀攒了怎么撬枫叶，但这个苗头冒了出来，就怎么也止住。伴侣想到什么事情就要立即去做，可学医本来就是一件很费时间的事，急也急不了。过了寒潮再说，心思没在这儿，学什么都学不会。而且青佑那小小的一只，这么冷，天天过来怕生病。他又没有坏心思，只是想让青佑早点学会。雌性一生病好长时间才会好，青佑受罪不说，枫叶也得闹翻天。我回去问问青佑，这几天还是太冷，要是愿意，等他身体能受得了，我就带他过来。我心里明白得很，青佑在家里待了这么长时间，早就想出来了。再一个，伴侣对学习这些东西一直都充满着兴趣，要是知道可以学医，恨不得明天就过来。这个事情商量完，我再说个想法，用火烫去其他部落换东西。这个主意好，巨蟒狼和寻踪狼交好，有些事情有顾虑可没有，能交换的东西越多越好。抽个时间，把几个崽子都聚在一起，把他们的想法也说出来，在一起讨论一下。早点定下来也好。这两人还真是这样干习惯了，从最开始暴躁对话，到后面心平气和坐下来讨论事情，变脸比翻书还快。快点快点，一会儿冷了。我以为你很快就会回来，结果去了这么久，天都黑了。和阿伯说了些事情，所以晚了点。枫叶把盐带回来的时候，我就说做出来的腊肉第一块还是给他吃，剩下的腊肉只有一点点，再不吃就没了。枫叶把不要是他常常盯着自己看，但今天这眼神有点不一样。这里没有镜子，这样看不出我干啥？这么久的投喂是有用的，我的小伴侣长肉了。不长肉才怪，胖就胖呗，只要不影响健康，胖一点也挺好。见他这样子，觉得还是阿神想的周到，这么怕冷，去了手都不想伸出来。知道他小队院洗澡了，只不过当没看见，再不让他洗该生气了。温柔是温柔了，但该有的痕迹一点没少。开心，他开心了，我则是满脑子想着这床单又要换，地主家快没有余粮了。今天晚上舒服还是之前舒服？今天的人乖乖趴在自己胸膛上，虽然没说话，我也知道了答案，全身散发着愉悦的气息。这事儿不好说，感受不一样，反正都挺舒服的。紧实的肌肉触感实在太好，随时是想摸一摸，平时不敢，只有等他满足后才敢这么放肆。下去。现在很晚了，到了该睡觉的时间。弄得自己全身发热，现在告诉他该睡觉了。已经做了几次，要不是怕伴侣不舒服，他才舍不得让人下去。阿神想让你去学医，你想不想去？当然要去啊！你今天过去，阿婶跟你说的吗？那我什么时候去学？现在有力气了，腰不酸腿不软。这两件事不冲突。你看啊，热季一到，你肯定要和阿伯他们一起出去。你在家里可以带我出去找找东西，不在家，我基本上就没事情可做了。我连什么时候去挖草药都想到了。我心梗，我是愿意让伴侣去学，但他这么迫不及待，一点都不担心见不到自己，心里凉凉的，还堵得慌。那我呢？要是以前我回来就能见着你，抱着你，但去学医了，为了不打扰到你，阿神肯定不会让我去。他这表情像极了被抛弃的狼崽子。凤爷难得有这么幼稚的时候。卢族长夫人不是我们的阿神，我不会有这么好的机会。在部落里选人，我也不一定会被选上。机会到眼前了，肯定要抓住。我一点都不担心凤爷不让自己去，在这方面他还是很尊重我想法的。再说了，如果不愿意，根本不会和自己讲。想当初刚刚来到兽市，这储存吃的东西，脚上的皮磨破了也要去摘果子，这谁都不想啊。只为我也说在兽市穿躺平，暂在兽上皮衣，可躺平也是有条件的，只有自己知道的更多，掌握的更多，才能躺得心安理得。你是雄性，不可能像我们一样受人保护，而是要出去捕猎打架，受伤避免不了。真到了那个时候，我就不用只看着干着急，什么都做不了。先不说部落里的人，但至少自己亲人都受益。我不知道说他们学人心细思子，是为了保证以后阿伯虽然说话难听，但想法一样，不然不会急着让亲友去学。学医会很枯燥，还会去摘草药，在树林和草丛里面钻，找多了才知道它们生长在哪里。你这白白嫩嫩的皮肤，过不了几天就会划得满是血痕，还会被虫子咬得全身是包，也不知道你受不受。我才不会！我不承认自己那么娇弱，就算真的有那么娇弱，也要慢慢习惯。我们选好时间去摘草药，早上在背着太阳的山头找，下午哪里太阳照不到就去哪里摘。至于会有虫子咬的全身是包，就花点时间做点透气又能把身上皮肤遮住的衣服裤子，把伤害减到最小。所以说事情不一定会按照他想的来，但有准备没错。亲友是怎么想的我心里很清楚，和自己一样知道想要过得安安稳稳，部落里的雄性必须强大起来，而伴侣想要学习是认为会的东西多了，不止他受益，也能帮到身边的和部落的人。这想法很好，
只有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，才能想做什么做什么。阿婶让我什么时候去学？先想想你这么怕冷，什么时候过去合适？按照你一天大多数时间躺在炕上的情况来看，至少要等到热季，不然去了我怕你连手都不想伸出来。说的好有道理，直接给我泼了一盆冷水。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，就算寒潮不能动，可热季和大风季可以，说不定以后适应了这里的环境，寒潮也能行。阿婶说了，几个弟弟的伴侣会和你一起学，只是他们还要结旅，时间会推后。你要是想学，能出去了可以先去。我愿意让伴侣去学，但是为了晚上能抱着他睡觉，什么时候去，什么时候回来，在路上已经想好办法了。我在家你就吃了东西过去，中午在阿婶那里吃，晚上我回来就去接你，咱们在家里吃饭。如果我很忙，你就在那里吃，但天黑之前必须回家。累了跟阿婶说，休息几天再去。我又有一种被上学支配感，时间安排的密密麻。放心吧，我会的。到了要用脑子的时候，记住草药作用，怎么开药，特别考验人的记忆力。脑子用久了容易疲惫，要适当的休息。这些事明天再想，现在该睡了。身体很累，脑子却无比清晰，闭上眼睛假睡，却想了好远。首先自己要学会写字，有些东西不一定能记住，就算记住了，时间一久也会忘。可用木板竹片书写，木炭存不住。先前没看清阿氏用什么写。昨天晚上是不是不够累？我马上去煮饭。我也起来，吃了饭咱们开始学字。是谁说的早上是最冷的时候，适合吃饱了就睡？小伴侣经常睡到中午，叫起来吃饭都磨磨蹭蹭的，今天居然起这么早。也不一样了，以前是没事情做，有事也可以慢慢做，可现在识字不能再偷懒了，不然去学医的时候写个字都写不出来。而且阿婶如果记录了重要资料，她也看不懂。没想过写现代字不好解释，以为就是识字这一件事，哪知道一天下来我忙得头晕眼花。累倒是不累，就是没停过。唉，最惊吓的就是这里有一种树，树叶弄成汁水可以写字，枝干也和小时候用过的画笔差不多，前面的小尖尖可以用来写字，树干是空心的，可以把白圆球塞进去，再倒入捏碎的汁水，可以用好久。晚上把早上学习的字写了一遍，大概的都会了，每天再看着，不然不知道哪天又忘记。现在还早，再睡一会儿，再这样下去，你的伴侣每天都晕头转向。可闭着眼睛好一会儿都睡不着，不知风也睡着了没？想轻轻把他手拉开，却怎么也拉不动。知道了，这人在装睡呢。平时我在家里没干什么，你倒是在外面到处跑。多睡一会儿，我先起来煮饭。又拉他的手，这次不仅没把手拉开，两条腿也被压住了，被抱得太紧，他呼吸困难，动了好几次都是突然。这么久我每天睡不着，结果你一到晚上叫都叫不醒，现在才有机会，哪能这样放过你？是因为咱们最近有事情做，必须要早睡早起。饿了这么久，早就忍不住了。要不是心疼他每天认真的做这事情，哪里会等到现在？今天休息不写字，我也不出门，咱们就躺在炕上。外面冷不了多久了，你也很快可以出门。这个时候不做，什么时候做？被他的手弄得全身痒乎乎的，这人不知节制，还说得这么理直气壮。我白天出去，晚上也会回来，又不耽搁什么。太厚的洗不了，这种薄薄的可以。把另外一条火炕的火升起来，皮挂在旁边会慢慢烤干，放外面是不行的，拿出去过不了多久就会被冻得梆硬。看着快大了1号的衣服欲哭无泪，这要哭了的表情是心疼我。你以后穿过的皮都我来洗，你洗需要烧热水，我就不用，你知道的，我不怕冷。心里复杂的很，风也愿意这样做，我自然很高兴。他洗，因为他的力气太大，每次用手给自己搓衣服，能把衣服搓大1个号。这种衣服以后还是我来洗吧，你力气太大，洗出来全是洞洞，再被用力一抖，衣服瞬间大了1个号。夏天穿的没事，大了透风凉快，但冬天穿的都有风一个贴身才暖和。要他又是嫌弃自己力气大，是走到哪里节旅的时候嫌弃，洗皮还嫌小青柚，再敢这么嫌弃我，我就要不客气了。长这么大还从来没给别人洗过皮呢。行了，我以后力气小点，绝对不会把皮洗的全是洞，也不抖了。之前只需要做床单，现在又多了一件事，就是做小裤裤。都说到这儿了，再不答应，风也要没完没了。本来我闲下来做了不少，可以够穿好久，可风也封起来的时候撕坏了好几条，现在又洗坏了，要多做些出来备着。习惯了挂空档，可他不行，不穿没安全感。小裤子以后慢慢做，还是要先把伴侣喂饱。睡得太久了，吃点东西才有力气。今天好不容易休息一天，吃饱了咱们继续睡。这是啥意思？愣着干什么？快点穿！要不是知道你一天没吃东西，我现在就脱了身上的皮躺在你身边，不像刚刚和清幽结成伴侣那么莽撞，知道他的承受力在哪里，多少次合适，这样做伴侣才会配合他，让自己休息，自己忍过来。
可他不知道，越用这种眼神看着自己，他就越忍不住想欺负他。伴侣吃饭，明明说吃饱了，但他还可以吃果子、吃果干，果干泡的水也可以灌一大碗下去。想不通这是为什么。外面放果子快没了，得再去弄一些回来。这次不知道这果子要到韩朝才可以吃，下次时间一到，去多弄些回来，保证可以让伴侣吃到不想吃。每个地方的雌性和幼兽都活得好好的，没有死掉一个，开心。要不是因为自己是族长，要在族人面前做个榜样，他恨不得笑得整个部落都能听见。平时叫都叫不出来，今天居然没有待在山洞。有没有果子？快拿出来！谁知道他去了一个雄性的家里，问别人有没有果子，有的话快拿出来。凶神恶煞的样子，他都没脸走近。以为枫叶有了伴侣后不会再干这种事，哪知道还和以前一样。野哥，你拿，都拿。外面冷，快回去。野哥有时间过来玩，如果没时间，我过去找你玩。自己和他有什么好玩的？有那时间回去抱着自己的青芽不好吗？拿几个回去给阿婶吃。找这么多果子，你去了多少雄性的东西？只要是单独住的雄性，没有伴侣的，我都去了一遍。这几座山被拿的差不多了，如果你也想要，换个地方找。想问他怎么还是没脸没皮的？这种一句话堵在胸口说不出来。你早知道我是什么样的，有些话别说了。这果子到底要不要？不要我走了。走，我家里还有。等人消失的无影无踪，才想起没跟他说，今年韩朝部落里没有一个雌性和幼崽死去。算了，枫叶大概能猜到，以后有时间慢慢说。秦友，我回来你不叫，我伴侣出来你就叫不停，连一只鸟都来和我抢人，迟早把你的毛拔光。你吓他干什么？我把他归结于他是被枫野抓回来的，心里落下了阴影。天气慢慢变热，他知道出去找吃的，以后不用喂他，喂肥了飞都飞不起来。就一只鸟对自己叫几声，他都要不高兴。他今天怎么了？大米都不吃了。大概的意思就是他要走了，让你把这些东西存着，寒潮的时候他再来。啊？这鸟聪明着呢，热季食物多可以不来，寒潮食物不好找，又被你喂惯了，自然会来找你。这是把我当长期饭票啦！连鸟儿都这么努力，自己的长期饭票自己找。外面零下多少度不知道，不过穿着厚厚的皮毛，可以在外面待一会儿了。不像之前站在洞口，就门板缝隙吹进来的风，都有一种让他喘不过气来的感觉。后面好几天没听到鸟儿的叫声，也没再来找我要吃的，才确定枫野说的是真的，他出去自力更生了。喂养了这么久，每天都会听见他的声音，突然听不见，还有点不习惯。放心，寒潮他会回来的。我现在也不阻止青友出去，偶尔在外面待一会儿，只要时间不长，我就不会说什么。也不知道这只鸟儿是公的还是母的，过几个月后会不会下蛋？我对那只鸟可谈不上喜欢，要不是青友想喂，才不会让它住在这儿。要是下蛋了，我去把鸟蛋拿回来给你吃。养久了还真会有感情，比如说现在只想吃其他鸟下的鸟蛋，不想吃这只鸟生的鸟蛋。要真下蛋了，把它们留着。寒潮日子过得单调，见它们在外面飞来飞去，也算是一种乐趣。说到他又调皮当加鸭蛋，这里可以吃到的蛋实在太少，他只在热季吃过，还是枫叶爬树弄回来的。这些动物你见过吗？如果见过，知道哪里有，把它们弄回来，它们可会下蛋了。这个喜欢在水里游，另外一个怕水，会飞但飞不了多远，抓回来养着，以后有吃不完的蛋。仔细的看着，指着那个会飞又飞不远的猎物。这个好像见过，但生不生蛋就不知道了。过段时间去找找，不能生就吃肉。这东西真的吗？在哪里找不到？全身长满毛。要不是闲得慌，在哪里见过的？不会有雄性去。什么时候去？远不远？保证如果遇见肯定抓回来。趁着青友要的东西已经做出来，还算肯显。有时间去打理水边的山洞。一天向外面看，发现外面雾气散开，能看到很远的地方。这次可以待久点，因为枫野一大早不知道出去干什么了。如果他在家里，那双眼睛随时盯着自己。被冻上的泥土有些已经化开，有嫩芽冒出来，蹲下去抚摸着。过不了多久，他就有野菜吃了，终于不用再吃大白果和野菜干。这么长时间，他想吃新鲜野菜都快想疯了。在外面待了很久，顾着枫野要回来了，才转身进山洞。就知道他出去了很长时间，现在除了能出去玩，什么事都不能引起他的兴趣。还生气呢？这些东西以后都我来做，过几天就给你弄出来。觉得这件事不能全怪他，伴侣要负主要责任。吃这个，这个好吃。就见自己画了一次，他居然就做出来，还挺像的。不过他现在还生气呢，接着歪头吃饭。喜不喜欢？喜欢我再多做几个。以前也生气，但没这么难哄。要不你打我几下，但不能打脸。你最喜欢这张脸，打伤了不好看。
到现在还是那么害羞。听他说这不要脸的话，快要绷不住了。别说了，见到这表情，就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快喘不过气了。灌了好几口已经凉透的水，又坐了一会儿，才觉得心里没那么发痒。之前觉得风野没脸没皮，想到什么说什么，玩的花样也多，以为已经够刺激了，没想到还有更刺激的。人久了容易得乳腺结节。好在这时地上全是干草，很多已经被风吹得倒在地上，不然他钻进去了，自己连人都看不到。我身上裹得严严实实，这些草也划不到，再生气也不能糟蹋自己，而是要折磨风野。我要那种很粗很结实的藤，连你都扯不断的那种。用来绑我的。我要用它在家里做个吊床，不结实，时间久了会断，容易把人摔下去。他才不做什么吊床，他要找机会用这些藤把枫叶严严实实的绑在炕上，然后狠狠的折磨他。刚刚在家里已经想过了，大丝线拧成很多股也绑不住他，还是外面长的藤比较靠谱。回去待着。笑又笑不出，又气不起来。我既然已经出来了，自然不会就这么回去。不知道后面还会不会冷，抓住这个机会，快速去找云朵姐。云朵姐怀孕了，不用看到什么不该看到的，听到什么不该听的。可现在怀了崽子，修宁不让她出门，她也知道最好不出门，但时间久了还是会觉得烦躁。你干啥呢？回自己山洞还要敲下门？云朵姐，是我。我的青熊，你终于来找我了，你不知道我在山洞里有多想你。咱们先进去，洞口有风吹进来，还是很冷的。我的肚子已经鼓起来了，你看看。别，我只是好奇，你和我说说就可以，不用托给我看。怀崽子生病很难受，要随时注意别着凉。现在寒潮不怕冷了，不用野哥给你取暖，这么长时间日子过得滋润的很啊，看这小脸白里透红的，一看就知道交配了不少，被滋润的。不能再想了，再想下去脸上不是泛红还会变成泛黄。前几天我会出来待会儿，好像更暖和了，我就过来看看你，这满脸通红的样子，像极了以前躲着野哥的时候，他的眼神意味不明，并且围着我转了一圈。自从怀了崽子，修宁就没有再和我亲近过，我心里一直十分想念，有次实在忍不住，半夜碰了他身上好多地方，要是以前他早就主动靠近了，结果修宁居然跑了。既然我们是伴侣，就该做伴侣之间的事。第一次这样，我真的很兴奋。你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都还没和我说话呢，今晚让你来，我保证一动不动，你想干什么干什么，我都依你。只想一巴掌呼在他脸上。有些地方现在还在微微发疼，真想他把整个人按在地上，一巴掌接着一巴掌招呼他，让他也感受一遍。先去把饭吃了。有时候他也会忍不住，等我着急，他又搞事儿，真是气死我了。那遗憾的表情，觉得我们两个一个吃得太饱，一个饿得不行。你现在怀着崽子，修宁哥肯定是怕伤到你，等崽子生下来，身体养好，大把幸福的日子等着你。我知道现代人怀孕后面几个月好像有几颗轻点，但不确定在这里还没问题。但是雄性力气大呀，一旦没忍住骨骼偏大了，肯定很危险。我合适如果嫌放心的时候，但是上长协力桌刚怀崽子和伴侣节礼，我之前听说怎么回事，修宁摸我一下我都要生气好久。但没过多久我就想明白了，修宁挨着我的时候，我就控制不住自己亲近的冲动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头发都快薅秃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！难道孕育后代会让能力变强？太长时间没有亲密相处，就会忍不住想念吗？和昨天一样很晴朗，应该也一样暖和。看到他们这么快过来，还有些诧异。在他看来，不到热季，风也应该不会那么快把青佑送过来。阿婶，从今天开始我就跟着你学习了。青佑如果学累了，就休息几天。早上和晚上青佑也在这里吃饭，懒得那么麻烦。至于累了休息这件事，只要好好学，什么事儿好商量。如果我不看着他吃饭，他每顿只吃一点。你够了。青佑之前来找阿婶说话，认识一些草药，但不多。之前没觉得有什么，现在看到这些不同品种的草药，脑袋有点发晕。要知道现在草药还算少的了，
热季草药一长出来，品类会更多。放平心态，有的是时间，只要认真学就好了。要是青佑不想学了，跟风也脱不了关系。你要是没事儿，就去找你的几个弟弟，找你阿伯也行。你坐在这儿一直盯着青佑，短短的时间内，他已经回头看了你好多次，这样还学什么？不停的回头看你能现在没事做，可以回家睡觉。中午好好吃饭，下午自己来接。每一个人偷懒，都在认真的训练。本来几人训练只是点到为止，但是大哥一来就不是点到为止了。如果稍微不认真，就会被揍。伴侣打他都舍不得挠脸，结果被风鸣的爪子挠啊！大哥，这可不能怪我啊！这么多人围到一起，我的爪子挠到了谁？这不是我能决定的。再说了，你怎么肯定是我挠的？说不定是风月呢。是谁挠的我还看不清。心里总觉得哪里没对劲，明明大家都受伤，怎么大哥受伤就要打我？我受伤了，还得跑得远远的才不会被揍。有个这样的大哥，真是心酸。你们什么时候接旅？我们倒是想尽快，但阿爹不松口。寒潮时，阿爹说我们家里什么都没准备，于是我们训练完有时间就去准备东西。现在东西全有了，烽火又去问了一遍，哪知道阿爹听了后不说话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大哥，要不你去问问阿爹？大哥也知道阿爹看我最不顺眼，这些话我可不敢去问，骂几句是轻的，说不定还会打我。以前他还没觉得阿爹那么凶，自从今年已经不冷了，自己好好走路都会被骂上几句。我已经就把存宝接过来了。风爷，你瞒得够紧的，我们天天在一起训练，你什么时候去接的？对啊，接过来了也不和我们说一声。风爷，你是不是虚？伴侣接回来了，每天还有这么好的力气，恨不得把他提起来打一顿。前几天快到晚上去接的，这是我们早就商量好的。存宝能出门了，当然要快点接过来。我觉得现在外面还很冷，就过几天再来见你们。存宝说，那先把山洞整理整理。至于为什么不说，你们相互看看你们那样子，怕你们太羡慕。开始咬牙切齿了，要不一起上吧？我大多数时间都和你待在一起的，你居然不告诉我。什么叫大多数时间和我待在一起？大多数时间你都去找绵雨了。还是那句话，怕你们太羡慕。大哥，都快有伴侣了，好好说话。我怎么没好好说话了？你肯定懂我的意思。烽火去找阿伯，阿伯只是不说话。要是我和风川去，说不定已经挨揍了。但你不一样啊，阿伯骂你，你就骂他。真想一巴掌拍死他。你大嫂已经去阿婶那里学医了，过段时间存宝有时间可以早点去学。接下来要做什么，我们已经商量好。几天后训练时间会变少，接着就是挖地种东西，找草药，摘果子，晒果干，事情很多，可以早点找时间把这事办了。等阿伯过来和他说说。可不是嘛，今年比往年忙多了。我肯定也舍不得，不过自己白天要出来，存宝一个人在家无聊，如果想去，两人有个伴儿，能说说话也挺好的。明明雌性都成年了，也不知道阿伯是怎么想。其实种东西这事儿，雄性力气大，数量一多，做起来不难，倒是摘果子要麻烦了，只要一成熟就要加快速度。部落里面果子不算少，也不算多，以前有那么多掉在地上，是因为没做过果干，不知道怎么保存。现在大家知道方法了，速度必须要快。有专门的雄性出去摘草药，这个倒不是特别担心。至于用火炕去其他部落换东西，我们早就商量好了办法。决定热季过半再放出消息，其他部落看到大风季和寒潮快来临了，才会有压力。听着他们商量的话，已经开始思考，有时间要多出去转转，看哪里的果子多，又是青佑喜欢的。野草也要多弄点回来，青佑喜欢吃。阿伯，二哥已经把存宝接回来了，我们也要把伴侣接回去。大哥说了，后面大家会很忙，趁着现在不忙，早点接回去。说不定过不了多久，我们就有崽子了。到时候你不用一直盯着我们训练，我们把崽子都让阿伯你来教。他以为幼崽这么好生，他想生就能生，但如果有了，他当然是乐意教的。虽怀疑风鸣说的不一定全是真话，但风爷肯定也是这意思。他其实也是这意思，只不过看着这几个崽子不认真训练，每天都只想着把伴侣带回去，他就来气了，所以没理他们。大风季雄性捕猎回来后，给我送了不少猎物过来，现在还堆在山洞外。天气一热，马上会坏。阿伯，你选个时间，他们把伴侣带回去，大家好好的吃一顿。接下来就要忙起来了。几个崽子期待的眼神也没想过拒绝，本来就是打算天气热了让他们节律，结果他们一个比一个着急，天天催着自己提前。再过几天，等雌性穿厚一点出来，不会觉得冷。太好了，天天去找伴侣也不是个事儿，以后回家就能看到，这谁不想啊？金里其实高兴着呢，在去年的时候他还在发愁枫叶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伴侣，结果他没几天就有了青佑，
几个崽子当中，在他看来，只有风言和风阳最靠谱，他没有那么担心。其他几个他就没有不事业变多了，能吃的崽子也有伴侣变多了少。他以前做梦都没敢这么梦。有了伴侣后，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，别跟你们大哥学，也不能跟你学，那他们的伴侣可要遭罪。风爷，这个字是这样写的，你看。幸好在家跟枫叶认真的学了一段时间，不然自己大多字写不出，那才叫一个惨。我在没有学医术之前，会写的字也不多，也是上一任巫医教的。当时我和你一样，过段时间就好了。要不是枫叶操那么多时间教我写字，这个时候我还真是懵的。木鱼喜欢青柚有什么说说。学医本就会耗费很多时间，慢慢来。认真的复习了一遍，见阿婶在忙，能做的也去做，当放松脑子。这一天下来，居然觉得肩膀酸，还真是在家躺久了。今天动都没怎么动，居然又想躺在炕上。阿婶，部里面挑选学医的雌性现在已经选好了吗？云朵可以来吗？我就知道青友会问这个，她是云朵带回来的，部落里基本上告没有带回的，出门捡回来的还真不多见。部落里的雌性选的差不多了，不过住在这山头的，只要想来学都可以来。韩寒现在要照顾幼崽，等崽子大了才有时间过来。云朵现在怀着崽子，我回去告诉云朵姐这个好消息，等天真暖和就让她来。看她什么时候有时间。谢谢阿婶。快回去了，再晚一点，风也要来找我要人了。云朵姐表示很羡慕，说族长夫人精力有限，选的雌性不会很多，不知道她会不会被选上。我当时没说话，只是在心里想着可以问问阿婶，谁把你给挠了，还挠的脸？去和风言他们打了一架，不小心弄到的，过2天就好，不影响你观看。现在已经习惯了，不再纠结伴侣有什么好事情都想着云朵，因为他表示自己在青佑心里才最重要。阿婶说了，你现在怀着崽子不用着急，再过一段时间去也行。谢谢你青友，要不是你，我有没有机会还不知道呢。以前生活在西部，知道此生活得有多艰难，以为能和修宁成为伴侣已经够幸运了。现在他不止怀上了崽崽，还有机会去学医，这是件好事，认真学就好了。云朵姐终于也能去学医了，真好。这件事阿婶早就决定了，和我没什么关系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2人可以一起去学医。我们山洞离阿婶比较近，以后修宁哥把你送过来，我们再一起过去。学习上不止可以相互帮忙，有我随时看着你，修宁哥也能放心。亲友说的没错，你们2个在一起我放心多了，有事去门也不用随时惦记着。雄性和雄性之间不像他和云朵一样，有事的时候会让他们帮忙，对方一个眼神。和修宁哥都挺忙的，很少见你们在一起就算了，怎么见到了也不聊天？雄性和雄性之间去找他是他来找你，每天有说不完的话。可朋友之间就是要多交流，知道对方生活的怎么样，感情才能更好啊。不一样，对于几个弟弟是要照顾他们的心态，再看他们有什么地方做的不足。可修宁和丽七不一样，没什么事我们基本不会待在一起，有事的时候会让他们帮忙，能从小玩到大，是有共同的特点和想法，对方一个眼神或动作便能明白。表示羡慕。他上初中的时候有一个玩得特别好的朋友，但到了高中，2人没在一个学校就不对劲了。最开始对方隔一段时间就会相互分享学校里发生的事情，但后来联系次数也慢慢减少，能感受到他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自己了，也明白他在学校里交了另外的好朋友，可是自己也交新朋友，但从来没把他忘记过。那个年纪经历的事情总能牢牢记在心里，说不上是遗憾还是什么，反正2人的距离越来越远。到高中自己开始勤工俭学了，大学也是如此，没有长时间相处，和同学的关系也是不远不近的。我有想过不只是自己很忙的原因，还有性格的原因，可慢慢的想明白了，有不足就不足吧，毕竟我要努力挣钱上学，更好的提升自己。伴侣的眼睛已经放空，对他这种关系很羡慕，没事可以不联系，但有事对方一定会帮忙。在想什么？我在想这辈子会交什么朋友，会喜欢什么人，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最重要的是相互奔赴，有着共同的话题和想法，又能包容对方的缺点，才能长久。我们在一起就是最好的安排，不然我们2个也不会成为伴侣。虽然最开始是他连哄带骗又不要脸，青佑才会和他成为伴侣，但最终他们是不是伴侣了最重要。阿婶这算是给我们走后门了，阿伯不会说阿婶吧？要知道阿伯最是铁面无私。碍于阿伯注重面子，没说出来。这也不算走后门，你们几个要是学太久学不会，阿婶一样会让你们回来。部落里挑选的雌性坚持不下去，会接着找。要是有人特别想学，他们的阿爹阿娘也会来和阿婶阿伯说。还有，别看阿婶平时温温柔柔，生起气来特别凶，完全不用担心。阿婶性格多好啊，反而阿伯不一样，脾气很暴躁，虽然不骂我，但他骂你们可没少骂。阿伯虽说对外很严肃，但对我们几个大多数是嘴上厉害，就算动手也不会下狠手。阿婶不一样，她很少生气，如果有谁惹她生气了，她会想办法收拾他。如果你学医不认真学，很快就能看到了。开始揣测不安了，以后学习可不能走神。小伙伴特别是食物，该怂的时候真的很怂。你的那些小脾气全发在我身上了。没法反驳，这个山头的人对我发脾气那不是闲得慌，还不如想想怎么把日子。只有你惹我生气了。放心，如果谁要是没事找事儿，我会把他们赶得远远的。风野在这方面特别在行，对谁都不客气，不然这个山头的雄性、雌性不会这么少。风野在炕上说的话不可信，其他话还是很可信的。
你最厉害了，最可靠了，最有本事了。这些话太敷衍，就跟幽默幽灵有事来找自己帮忙说的差不多。我身体好着呢，就是学医而已，完全没问题。现在又不出去摘草药，族长夫人是巫医，跟她在一起我安心的很。去哪里都没有去阿石那里安全。那咱们走吧。知道机会来之不易，只要不是身体不舒服，绝不会偷懒。对两人一视同仁，只不过因为云朵怀着崽子，目光会大多数在她身上。以为接下来一段时间只有他和云朵姐在这里学，却来了一个不认识的雌性。是谁？我和云朵不认识这个人，但阿神肯定认识。风言怎么突然钻出来了？他手里拿的这些东西应该是去找风野要的，是按我要的东西做的吧？我一瞬间有点卡壳。风言带过来的人肯定就是他的伴侣存宝了，这也太快了，两人刚成伴侣就来学习了。阿神、大嫂、云朵姐，现在也没几个人，一会儿瘦就熟悉了。回去吧。我一句话还没说。我现在相信风爷说的话了，在学医这方面，阿婶真的特别严肃。我们三个第一次见，都忍不住去看对方，各自发现后又忍不住想笑。被阿婶看了一眼，我们几个才老实下来。中午休息时间不多，吃了饭还要写中午没记完的，几人在回家的路上才有空聊天。你才刚刚和风言成为伴侣，怎么现在就来了？不累啊？云朵一开口，我就知道她在想什么。真是不管在哪里，都少不了这个话题。那不是因为痛吗？后来我直接不干了。还吃得惯。我一直觉得风言不爱说话，冷冰冰的，结果这么温柔。风言怎么冷冰冰的？他明明可好了。在云朵姐心里，除了修宁哥，其他的雄性不是凶就是冷。她就随口一说，我已经听习惯了，你以后也会习惯的。我这样说好像也没错。风言藏的可够深的，把你接过来了，居然没提过。你们是怎么看对眼的？他之前会和风鸣到每个山头乱窜，我找准机会，在他路过的地方去给他招手。有一次，风言听到声音回头看我，只是身体还在不停往前跑，直直的撞上了一棵大树，脑袋起了好大一个包，真的好好笑啊！就这样，我们就看对眼了。那个大包消了没？前段时间云朵姐在你身上挠的印子消了吧？我们就站在这儿等着吧，他们肯定还有得了。没过几天，山洞里待久了的雌性和幼崽全可以出来了，暖暖的太阳照在身上。今天还是风阳他们结旅的日子，我也终于迎来了学习后的第一次休息。这么喜庆的事，当然要早早出门。我说是玩，其实也没什么好玩的，就是和云朵姐坐在一起聊八卦。我们早就和风鸣他们的伴侣玩熟了，我也记住了几人的名字：风阳真真、风云成河、风月安心、烽火悠悠、风川碎音、风鸣绵雨、风言存宝。今天都是他们的好日子，每一对都黏糊在一起，我就不去打扰他们了。在部落里，大多数决定要成为伴侣后，就直接跟雄性回山洞了，这样大家聚在一起还挺少见的，这样热闹闹的感觉不一样。我和风野结成伴侣那天，热闹也是有的，不过是幽默和幽灵来找麻烦，还被狠狠打了一顿。每年热季来了，阿伯都会叫我们聚在一起，说今年要干什么。也只有现在天气合适又不忙，过后大家会各自做着各自的事情。知道这个，就是大家一起吃东西说说话。我和青友经常这样干。我今天脸上的笑容就没下来过，殷勤的给绵雨拿着东西烤着肉，眼睛也不往别处看。算起来我有伴侣还是挺早的，大哥只有我这么大时还在外面呢，别说是找伴侣了，我自己多去找他几次都心惊胆战的，总算有一样比他强了。之前我也没这么细心，不过看大哥这样做就学了起来。绵雨，咱们现在已经是伴侣了，多吃点肉，吃饱了咱们好回家。有啥好笑的？你们有伴侣的不想着回家，在外面睡觉。别说了，他们笑得不说了，咱们吃饱了就走，让他们在这里笑。风阳他们的目光现在都在自己的伴侣身上，现在过去也不合适。现在崽子都有伴侣了，至少这方面不用再担心。嘴里说着嫌弃，这时居然感慨上了。这没什么好担心的，风爷以前不是在外面乱窜，就是在睡大觉，有了青羽后啥都会了。他们又不傻，就算不会的会去问。原本是没想到这儿的，结果自己醒来天都快黑了，身边的人还没醒，
手指在他脸上摸了好几遍也没反应，这个念头突然就冒出来了。清楚自己捆住也是不可能的，但止不住他想做啊。呼，也不在乎，手指捏着他的下巴往上抬，让他喜欢捏自己的下巴，这样感觉是挺不错的。要说最开始小伴侣那的动作他还没当回事儿，但时间久了闹我正睡不着，睁眼看看他在做什么。接伴侣不知道围着我转了多少圈，说你不冷吗？不冷，炕上暖和呢，加上用藤把人绑起来花了不少时间，一直冻着，一点也不我冷。看向他身上的某个地方，这哪里是冷，这是热得慌吧。我把藤绑在了好多地方，你可不要用力，不然咱们这炕就毁了，晚上会冷得不行。成功看到枫叶的脸越来越黑，被动化为主动，我这心里变化挺奇怪的，就越来越变态。枫叶现在手和脚不能动弹，我的小伴侣准备挺齐全的，看着胸前不停拱着的脑袋，我感受到了什么叫煎熬。青瑶，下来，青瑶，下来，一会儿藤断了打到你。你流血了啊！不可能啊！野猫，她每次来月经前天肚子就会胀胀的，这次没有。我上次流血是什么时候？我记不住日子，每次肚子胀胀的，便知道大姨妈快要来了。再加上枫叶的鼻子灵，有点味就能闻到，自己就更不记时间。这我也记不住，伴侣流血了他会在第一时间知道，但上次是什么时候还真不知道。你别碰我还白白的腿！我从高中开始，每一次来大姨妈身体都会有反应，来到受气后也一样，这不像是来大姨妈了，不会是怀孕了吧？回想着上次是什么时候，可他一点也记不起来。上次和枫叶做事是几天前，难道是因为这个导致流产了？不应该吧，几天后才会有反应，他们也没有特别激烈啊。他清楚听到自己心脏砰砰砰急速跳动的声音。我们去找阿婶。是肚子胀，还是肚子疼，或是腿酸、腰酸？伴侣每一次流血，大多数肚子胀，少数肚子疼，但他经常腿酸和腰酸，于是便一起问了。你们怎么过来了？青佑流血了，一路上话都没说，肯定痛得厉害。真的吗？快进去让我看看。不是在说流血的事吗？怎么变成有可能怀崽子了？想着青佑有可能是太想要崽子了，才会把这个看成了血迹。不能说，越说他越伤心。青佑看不清这上面是什么东西，你也看不清，你那眼睛长着是干什么的？当时那情况，我整个人都憋着快冒烟了，哪里会注意这上面是他甩上去的果子汁水还是血迹？下次我看清楚点。这都是些什么事？就那么轻轻一甩，就甩到伴侣的小裤子上面去了。没事了，咱们回去。松了口气，还真怕自己怀上崽子又流产了，真的要哭死。阿婶，对不起，我们下次看清楚。天气变热后，中午外面有太阳，洗好的衣服全部挂在外面，等干了才会收回来挂着。也不知道枫叶怎么那么准，其他衣服裤子没弄上，偏偏甩在了内裤上。你们回去吧，下次有什么事情还是要快速来找我。阿婶现在脸色不好，要是他们再留在这儿，枫叶肯定会挨骂。出了山洞，我也很无奈。这种侄子吃饭就是喝水久了都不行，每次抱着人还要把手上的力气提起来一些，要真碰到伴侣肚子，身上早被挠打血痕了。他之前掰开自己腿是为了确定自己有没有流血，想笑又不敢。刚刚枫叶听到我的猜测，一个劲儿的让阿婶快看，阿婶也急得不行。我去让阿婶给我把拍卖。现在再回去，阿婶气肯定还没消，自己还得挨一顿骂。行，来都来了嘛，来都来了嘛，不拍卖确定一下，心里总惦记着。阿婶，我上次流血是什么时候？虽然已经记不清了，但好像过了很久。你再帮我看看。刚刚也想把脉，不过看青佑那呆呆的样子，怕说出来让他难受，于是打算明天教他们把脉，自己再好好看，不会很明显，他也不会多想。结果他们两人又回来了。阿婶有事直说，你把眉头皱这么紧干什么？现在心里一突一突的，心跳都加快了。以前没觉得把脉是件很吓人的事儿，可现在他觉得挺吓人的。别人都说去看病，最怕的就是医生眉头紧皱起。他现在不怀疑自己怀娃儿了，而是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绝症。青佑怀崽子了，虽然诧异了那么一瞬间，但怀崽子的雌性见过不少，马上又淡定下来。怀崽子期间不要交配，雄性动作太大，崽子容易保不住。太累的活不能干，也不能生气，每天要好好吃东西，该睡觉的时候睡觉。阿婶，我真的怀崽子了。看见裤子上那一抹红色时，真的想过自己是怀崽子了。不过确定那上面是果子的汁水，这种念头就打消了。再让阿婶看看，是我这个人谨慎惯了。
要确定了才安心。是真的怀上了，我刚刚说的你记住了吗？我开始只是以为青佑要流血了，肚子不舒服，才带她来找阿婶。到了才知道青佑是怕怀崽子了，结果裤子上是果子汁水，提起来的心才慢慢放回去。本来要回家了，伴侣不放心又要看一遍，结果怀上崽子了。问你话呢，你发什么呆？我刚刚是没反应过来，但阿婶说了什么，我记得一字不漏。怀崽子期间不要节律，不能太累，不能生气，要好好吃东西，该睡就睡。我现在怀崽子了，风爷怎么说也应该高兴吧？不抱着自己亲两口，居然围着山洞转去看有什么草药。我记得阿婶说过，这些草药都是好东西，可以拿来煮着吃。青佑现在怀崽子了，让她多吃哪里还不补？在心里告诉自己，只是想让自己身体好。怀崽子这些药不可以随便吃的，滚一边去！这方面你要听我的，不要风爷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他拿的东西你如果不认识，千万别吃。阿婶你放心，阿婶你放心，我不会给青佑吃不认识的东西。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愁。高兴的是青佑怀崽子了，这和别的雌性怀崽子不同，因为他们是亲人。愁的是风野听到这个消息跟傻了一样，脑袋像是卡住了，只要是他认为的好东西都想给青佑吃下去。青佑，以后你吃饭都在我这里来吃，今天晚上应该还没吃，吃了再回去。阿婶放心，我又不傻，你刚刚说了，平常摘回来的那些野菜可以吃，其他不认识的我绝对不碰。记得我说的话，不认识的东西先拿来我看看，有什么不能吃的我会让你阿伯去找找，过2天我拿去给你看看，要随时记着。能遇到一个随时为自己着想的人不容易，我很幸运。我记住了，阿婶。一路上风爷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说什么好，整个人看起来又呆又傻。风爷，你是高兴傻了还是不开心？没有不开心，反而高兴得很，就是太突然，我还有点懵。伴侣怀崽子，他能不高兴？和他在一起这么久，很少见他这么呆傻的时候。孩子出生的时候马上就是寒潮，天气已经变冷了，要多做些衣服出来。如果是女孩，那要做很多小衣服，用最细的丝线做，摸起来才柔软，不会伤着皮肤。还要做尿布，做很多很多，以防不够用。如果是雄性幼崽，他们小时候是兽型，身上有毛毛，就做马甲，不妨碍他们活动，又不会让他们冷着。凳子上面坐着不舒服，还是躺着。阿娘怀风鸣她是知道的，没其他感受。自己的伴侣怀崽子了，这感觉太不一样，就是整个人有点飘。可以摸的，就是别用力压着。可以摸的，就是别用力压着。已经做好了这辈子都没有孩子的准备，结果怀上了，是吃了增力果改变体质了。吃增力果后长高了一点，力气变大也是事实。可以多休息几天，或者把崽子生下来以后再去学。这也太夸张了，云德姐也每天去学习呢。我现在又没有哪里不舒服，总不能天天待在家里。那条路不难走，在山洞里待着又不会做很累的活，完全没问题。别的雌性怀崽子都是伴侣陪着到处玩，我的伴侣却停不下来。你别忘了阿婶是巫医，哪里都没阿婶那里安全。阿婶昨天说了，伴侣的身体很好，平时还是要多走走。没想到你也怀崽子了，咱们以后生的崽子可以一起去玩，咱们玩咱们的，崽子玩崽子，只要在部落里就安全的很，也不怕有什么危险。要是他们玩疯了不知道回来，就让修宁和野哥去找。脑海里已经有画面了，如果真这样，不知道风野会气成什么样。若是雌性幼崽，我们花的时间会比较多，因为我们比较细心，可以照得更好。如果是雄性幼崽，便让他们跟着他妈爹。女孩子要好好保护，如果大一点，想跟着风野出去干什么，他也不会阻止。雄性幼崽肯定和风野待的时间多一些，捕猎、训练，自己不行，需要风野教他们，才能更快适应。对，如果他生的是雌性幼崽，一定会让他过得很开心，不会像自己小时候一样，每天都担惊受怕。如果是雄性幼崽，从小就要跟着学本事，才不会被欺负。他们已经把时间提前了，还是没赶上。这地上坑坑洼洼的不好走，我和修宁来弄一下。如果有小石子就好了，直接铺在地上，下雨了不会弄湿鞋子，还也很平整。我知道哪里有小石子，只不过离这里有点远，明天去找雄性帮忙，很快可以弄好。这山上的路说有多好走是不可能的，时间久了也就习惯了。只要不下雨，一般不会摔跤。有时间再慢慢弄，平时我可以的。如果下雨了地上滑，我就先不去。弄山洞外的石头时，我就想这么做了。反正空着也是空着，能长出来多少算多少。存宝之前还不习惯吃大米，后面越来越喜欢，种了这么多，应该够吃很久。如果不够，再出去找就是了。以为我这辈子最主要的就是捕猎、打架，保护自己的亲人，没想到以后还要种大米，要做的事情又多了一样。要把这些事情做好，还要赶着时间回去接伴。既然风明就在这里，咱们很不顺，风明以前懒就算去了，现在有伴侣了还那么懒。大哥，风明，要种的大米现在有伴侣了，咱们休息一段时间。老者说你爸
别像以前那样揍你。但你如果再理不到事情做，没人看到就不会有人知道你被打。我知道要摘果子，但现在好多果子都没成熟，摘回来也不好吃。喂角兽的大白果还有，平时去弄些草回来就行了。连那个下蛋的鸟也抓了些回来，现在能闲几天了？要做什么？现在野菜长得嫩，摘回去晒干。这东西晒干以后就没多少了，有时间多弄点。我们可以不吃，但我们的伴侣要吃。什么都想到了，就没想到这个野草。不是野草，大嫂说了，这个叫野菜。他们之前很少找野菜，认识一些，也有些不认识。没有大哥知道的多，跟着他准没错。兄您肯定也摘了，我回去看看。枫叶做事情还真是不拘小节。山洞外没有什么大石头之类的，等枫叶回来，叫他去弄些大大的树叶，把野菜晒在上面。这里的热季可不像现代，温度上升有一个时间过渡，这里寒潮一结束，短短的时间内，火红的太阳就挂在空中，晒得人发慌。拔这些野菜应该跑了不少地方，不然不会化成兽形，毕竟他最怕热了。怎么这么早回来了？阿婶带绵雨他们去摘草药，我和云朵姐怀了崽子，让我们先回来。我就是想挨着你，离我那么远干什么？你离我那么远。现在的天气，她已经在穿裙子了，枫叶一靠过来就能感受到她身上的温度，而偏偏今年她特别怕热，一靠近就跟烤火炉似的。我怕热，我不怕热，你就坐在这里陪着我，这东西我来弄。他知道这些野菜弄要最嫩的地方总才好吃，不过那样弄太麻烦了，还不如全部拔回来，再慢慢切上面的嫩尖。来，再亲几口。天知道我这段时间是怎么过来的，不能节律就算了，晚上他多亲几下，青佑还要把自己推开，害怕自己要把他怎么样了，又好气又好笑。按照他以前那需求，这段时间真的憋坏了，但没办法，只能憋着。家里有2个火炕，这真的是为他好，要不刚知道你自己怀孕时他还能忍住，可时间一长就忍不住了，又做不了什么，偏偏他每天晚上又亲又摸的，憋了一身的火，这不是找罪受吗？你想都别想，不能节律，就那么抱着他心里也是舒服的。再说了，现在才刚怀崽子就这样，那以后崽子生下来，他是不是要重新挖一个山洞住？随便你喽，反正难受的又不是我。我不知道时间长一些后会不会想，但至少现在不想。所以他不难受。先让你高兴几个月，能高兴几个月算几个月。还是那么白白嫩嫩的，触感极好。别盯着，手酸。说到手酸，我就不想弄野菜了。以前腰酸脚软，现在什么都还没做，手就开始酸了。生了崽子过后，我还要坐月子呢。生一个要在家里休息1个半月，要是生好几个，那至少要休息2个月。生了宝宝后，你要给他们喂奶果、换尿布，看他们冷不冷、热不热。你要做饭、洗衣服，因为我不能沾淋水，还不能让我生气。如果哭了，以后会迎风流泪，还容易生病。部落里面的雌性坐不坐月子全看季节，大风季和寒潮没办法出门，相当于坐月子。如果是热季生崽子，在家待的时间太长，大多数雌性忍不了，该好好休息才能更好恢复。我是不会亏待自己的，有事情当然要让枫叶做。我什么时候都听你的，你不惹我生气就好。我们2人之间的相处，伴侣看似什么都听我的，仔细一想，好像什么事都是我听他的。你想在家里休息多久都可以，他们吃的喝的我全包了，会提前准备好。至于做饭、洗衣服，除了你不让我洗，其他全是我洗的。可以收回来了吗？不可以，存了一个寒潮的皮和床单，出太阳了，当然要拿出来洗。我勤快的把藤拴在2棵树之间，床单晾了很多，看去白了一片。这个山头的人偷偷来看了一遍不说，阿伯看了直摇头，让我晾干快点收回去。这么多晾在这里不成样子，我晾床单都招惹到他了，我不收，就这样挂着。至于其他人说了什么，我不在意，不去看也知道，那是羡慕的表情，就那么挂着。不知这个山头的人知道我勇猛无比，其他山头的雄性也能看见，这样全都知道了。我差点被口水呛死，我就说枫叶怎么一直不收，原来是因为这个。虽说这个东西打着不疼，但上面有泥，我刚刚去洗过澡，别弄脏了。晚上睡觉你不让我抱，一直挂在外面会有虫在上面爬的，还是先收回来吧。把野菜尖掐下来，我就去收回来。这东西洗了过后没那么柔软了，等崽子生下来就给他们用，我们睡的等大丝线长出来后再重新做。别人家有崽子了，用的吃的还得用我们全是好的，我不用理他。崽子用的东西，我有我的想法。骗你的，小时候当然要用最好的，长大以后的是以后。宝宝在自己肚子里，我已经母爱泛滥了，当然要给最好的。天气一热，伴侣每天都要洗澡，洗干净了才会乖乖躺在炕上。伴侣说了，这些东西都要吃才会有营养。我怀崽子倒是没有其他反应，能吃能睡，和以前并没有多大差别。枫叶刀工很好，切成薄薄的片，居然也这么硬，有点像炒的硬邦邦的牛肉。这是什么肉？之前应该没吃过吧？修宁拿过来的，我没问，不好吃。没有不好吃，就是这个肉很紧实，有点费牙。我骨头都能嚼碎，不管吃什么肉都不会觉得硬。不喜欢就不吃，我去弄点其他肉。不用，慢慢嚼还是挺好吃的。我那小饭婆子怀子也挺乖的，没骂我，也没挠我，除了去学医，乖乖吃饭，乖乖睡觉，除了和以前一样吃不了多少，没有任何其他问题。自从伴侣怀崽子，修宁和修安那里我都去问过，我算最轻松的了，轻松的让我有些不习惯。这段时间枫叶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白天忙得很，晚上还睡不着觉，有时候不知脑补了什么，问自己为什么不发脾气，还问要不要挠他几下，这种话让我怀疑他得了焦虑症。明明怀孕的自己，他倒是焦虑上了。中午在阿婶那里吃了肉、饭、蔬菜和水果，
不想发脾气，也不想打你。风爷，这声音好像听过，但想不起来是谁。是阿爷，你慢慢吃饭，不用管。难怪听到觉得熟悉。上次你过来说青佑怀崽子了，你阿婆说这几天很多果子还没成熟，刚好我们部落里有一种果子成熟的早，让我多摘一点过来。这种果子你们部落很少见，味道不错，让青佑多吃点。放心吧，你阿婆没来。没来，就是躲在后面不敢来。天快黑了，你快回去，我有时间再去看你。几个崽红嫂就记仇，枫叶更是。不然伴侣也去摘增力果那几天，不知道干了什么。红牙别说部落了，最后连山洞都很少出。没过多久就找了个伴侣，老实的不行，也不知道是他们当中谁去干。因为去年的事，他们来这里不受欢迎。去年枫叶阿婆那嫌弃的眼神还历历在目，换谁都心里膈应。只不过我特别识时务，知道他们是枫叶的亲人，干又干不掉，生气也只会把自己气得不行。就这样挺好，1年见一次或者几年见一次，问题不大。阿爷，喝点水再回去吧。好。不生气了？不生气，就是心里膈应。比我还记仇，去年的事记到今年。越来越了解对方后，我也不装了。当时说我的亲人嫌弃长得丑，脾气不好，你心里也会膈应。好在我们不在一个部落，又不住在你在一起，几年见一次还是能接受的。不想见就不见，又不是多大的事儿。还有，我不丑，脾气也变好了。他不知道什么叫比喻。这2大袋不少，短时间内肯定吃不完，拿去分一分。伴侣不只喜欢人长得好看的，果子也喜欢长得好看的。明天我给他们拿过去。青佑真的怀崽子了？这个还能有假？他们是闲着没事骗你玩？我就问问而已，现在连问不能问了。青佑怀崽子了，我也高兴。以前那也是好心，怎么就不受你们待见了？好心干的不一定是好事儿，就在部落里好好的过日子。枫叶说过，崽子长大一些后会带过来玩，再找些事情来做，只会让关系越来越僵。有事就说，没事就走。现在已经有伴侣了，还经常过来找他，简直闲得慌。野哥，山洞里面这么干净，你还收拾干啥？这比我们山洞干净多了，看着就舒服。动作快了，早知道他们要来，我就收拾慢点。听友怀崽子，那你们也知道，收拾出来放晒干的果干和野菜，还有以后崽子要喝的奶果，要做什么？伴侣写了一长串出来，害怕自己忘记了。你们如果闲着没事，还不如回去挖山洞摘果子，站在一边去，别在这里挡路。野哥，我们来找你就是这件事。我们在金刚熊部落不远处发现了一片果子树，现在已经红了。我们悄悄的去摘过，还挺好吃的。咱们去把它全部抢回来，表示一个都不给他们留。你们都说了，果子树只是离金刚熊部落近，又没有在他们部落，怎么叫抢呢？当然，谁先摘到是谁的。可是以往也没有谁去摘过，大家都认为那是金刚熊部落的。我们没有这样认为，只是他们每年动作比较快，摘到了就是他们的。反过来，我们先摘到就是我们的。这些日子喂果子树它也不算少，可好吃的就那明天几种，这2家伙就找来了，真是会选时间。明天一早就去，你们把装果子的东西带好。我们把海大吉兄弟也叫上。野哥，你多叫点雄性，不然遇到金刚熊打不过就丢人了。你们2个怎么到现在还是不招其他雄性喜欢？才没有！今年已经比去年好多了，至少海大吉兄弟就喜欢我们。把力气也叫上。赤月虎平时全是单独行动，今天怎么聚在一起了？摘这么多果子，他们吃得完吗？别管他们吃不吃得完，反正谁摘到算谁的。聚不聚在一起也和我们没关系。你就对周围的部落不好奇？不好奇，部落里有专门的雄性盯着其他部落，有什么风吹草动，他们都会在第一时间知道。只要是不做伤害巨型狼部落的事，我一点都不好奇。枫叶，你有伴侣后变了，平时见不到人就算了，热闹也不喜欢看了。你还是快点摘果子吧，小心回去你伴侣给你2巴掌。还真不是无缘无故这样说的，而是利七背上的手掌印太明显。不说话了，不然会被击退。听到了吧？吃了也能吃，嫁给慈禧不爱吃，他们爱吃啊！巨情狼是怎么回事？摘那么多果子也吃不完，回去也只会巨情狼部落在来的位置，在北部里面算最好的了。以前可从来没见他们出来摘过部落的人不缺，不会是部落里面的果子树死光了吧？去年金刚熊冤枉巨情狼，这么弄死他们部落的树，这不今年就被盯上了，不然部落外面的果树不少。本来只想看热闹的，毕竟他们2个部落之间不对付。可金刚熊来了太多雄性，他们的数量又少，不得不防备。虽然没怎么打交道，赤月虎过来了，听过不少。他们动作也不慢啊。金刚熊和巨情狼们还是比较的，都快相信巨情狼。这部落以外的果树，谁先摘到算谁的。现在看来，金刚熊把这里当成他们的了。来这么多雄性，摆明了是要抢我们摘下来的果子。赤月虎不爱成群结队，你们现在找族人过来，要花不少时间吧？这话是啥意思？要让他们当苦力，先和金刚熊他们打？我们和他们没仇，摘的果子也比你们少。那你们靠过来干什么？靠过来当然是因为他们人多势众。一起上。
只要不让我们先送上去挨打，一起上就一起上。看不起谁呢？就你们这10多个雄性一起扑上去也没什么用，我们这里就有50多个，还把周围的雄性叫来了。要不是去年大风季，我们大嫂救了你们部落的一个小崽子，说他可爱又乖巧，不然我们懒得叫你们。少了你们10多个也没什么，不然部落外面的果树不少，怎么就偏偏盯上这儿了？快点摘！按照巨情郎这架头，树上的果子是一个都不会留了，我们以后别想摘到。这次弄多点，雌性吃腻不想吃了，又去摘其他果子。没袋子的去找藤编织一些，动作要快。招呼大家动作快点。一有雄性出来，马上报备。野哥，金刚熊向这边跑来了，大概40多个。那群怂货不敢动手，动手我们也不会输。赤月虎就10多个雄性，看到金刚熊也不再怕的，我们更不用担心。金刚熊又来了几十个，今天要打架了。今天出来摘果子的雄性可不止50多个，这果子林不算很大，来那么多不好分，其他散落在附近，继续寻找果子树的踪影。让人把果子堆放在一起，别打架的时候弄坏了。那小崽子现在怎么样了？我们比黑熊家了一拳好着呢。你们的大嫂挺有眼光的，我们的崽子是兽，乖巧过，实力也厉害的，好着呢。夸他们他没什么感觉，但夸小崽子就不一样了。赤月虎挺不要脸的。这些果子可不长在你们部落里，北部有规定，部落外面的果子谁先摘到算谁的。你们要跟我们和赤月虎打架？去年弄死了我们部落的雄性不承认，还让我们吃了那么大一个亏。我没争夺巨星狼居然来提防我们，还叫上了赤月虎，一片的果子都快被摘光了。哦，那你们来晚，我们部落外面的果子还没熟呢，家里的雌性想吃，我们只能外面来摘。你管我们去哪里摘？等我们部落外面的果子熟了，你想摘也可以去啊，只要你摘得到啊。赤月虎部落外也有不少，这里挨着他们部落。是你们不讲理，还先动手，打死了可别怪我们。又不是要把金刚熊全弄死，差不多就行了。而且现在在他们部落周围，可别吃亏了。拿上果子回部落。明明一样的打架，他们却伤得比较重，团队作战的优势马上就显示出来了。果子回去只是为了换换口味，你们摘这么多果子干啥？我记得你们也不是这样的。自然是拿来吃的，吃不完用点办法保存好，大风季和寒潮的时候再吃，这都不算什么。我们知道的可不止这点，这个方法我们只告诉和我们交好的部落，比如说和我们一起在兽神面前发过誓的寻基狼。你们是别想了，掉口碑这事儿他会。你说赤月虎会不会想到怎么弄果干？其他部落的事情你应该好好了解了解。赤月虎部落原果最多，那玩意儿晒不成。弄果干的时候你也看到了，有些可以直接晒，有些需要煮熟了再晒。想到了也没什么。大哥那样说，最主要的目的是想告诉他们，我们部落以后在兽神面前发誓做准备。最重要的也不是怎样做果干。我猜他们想不到，都说巨型狼喜欢打架，赤月虎也差不多，他们可笨多了。我们以前都没想到，他们怎么可能会想到？如果想到了，当我没说。今天遇到赤月虎算是意外之喜，他们不问我也会想办法让他们知道，这样省事。过不了多久，赤月虎部落的族长要找过来了。每个部落在这里生存这么久，早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方式。一个吃的东西不至于让他们来得那么快，兽神面前发誓就会让他们退缩，但盯着我们部落的赤月虎会增多，没那么复杂。找几个心眼多的去和他们偶遇，多遇几遍就有头来往，先把他们吊着，时间差不多，交情也够了，再透露出来去，等着他们找上门。什么时间说要换些什么东西，你们回去跟阿伯商量。表示明白。我要去接青佑了，风阳和风岩有啥不懂的去找阿伯，你们几个闲得慌就回去切果子。我们也要去啊！你以为还是去年呢？我们现在也是有伴侣的雄性了。他们俩挨那么多打那么多骂是应该的，这样说话很难不招人恨。我们有伴侣还是靠大嫂来的呢。对啊，所以大嫂以后要吃果子我去摘，崽子生下来了我就带他们去玩，我全都包了，大嫂完全不用操心。刚刚是谁扛起袋子往家里跑得最快的？我劝你消停点，别有伴侣了还天天挨打。二哥你也不信我？真想给他来2拳。你没看见刚刚我们只给大哥留了那一点果子吗？大嫂怀崽子都想着晒干了拿过来，就你这样想，滚到一边去，别挡路。知道他们去摘果子，但不知道是去金刚熊部落周围摘。幸好带的雄性足够多，不然吃亏了怎么办？得到消息后，自己先去风阳那里看了一遍，没找到人，这几个崽子会跟他捉迷藏。不过伴侣总是要接的，不怕逮不住他们。不管说什么，阿伯都能找到话来骂我们。不管骂什么，风野都能当听不见。阿爹，我们去部落外摘果子了，还和金刚熊打了一架。我们只是受伤，他们雄性躺了好多个，寒潮训练还是有用的，我比以前强多了。这还用你说？还真不是因为这个生气，而是以前他们有什么事都会和自己说，现在不说了，他们去干什么，自己还要从别人的嘴里听到，这感觉不太好受。金刚熊吃了这么大一亏，然没找过来，肯定在暗地里使着坏。以后出部落时小心，都长点心。阿爹没跳起来骂我们，我们都记着的。阿爹你也给部落的雄性传达下去，别吃亏了。不是什么大事，他没有开口的欲望。重要的事情风阳会说，只需要等着伴侣出来，
再一起回家。怎么什么时候都抱着？几个崽子什么没学会？这个倒是学会了。以后其他雄性在这个山头来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就专门看着他们几个崽子抱着盼雨到处走。哼，多说几句又要说自己闲得慌，干脆眼不见为净，还是和沐雨一起回去吃饭比较实在。现在我的脸皮越来越厚了，看见了也当看不见。他就是这样的性格，只要有活需要干，就想干完再休息。这是想干嘛？切个水果哪用得到这么多骨头？今天去摘果子是不是累了？对。我看你这样子不像累了，每天精力那么好，就是因为不够累。咱们一起切果子吧。气得不切，他就说伴侣怎么突然这么兴奋？原来是想尽办法耗尽他的体力。的时候吃了饭就想睡，而像枫叶这种整晚睡不着的，那肯定是不够累啊。等一会儿天都黑了，还切什么果子？明天早上我来切，切好太阳差不多就出来了，刚好晒上。你先坐着歇一会儿，我削一个果子给你吃，然后你就等着吃。没给他拒绝的机会。伴侣怀崽子了，他肯定大多数时间要陪着的。既然自己在家里，他想切着玩可以。要是坐在那里切半天的果子，他还有啥用？你们去摘果子，怎么摘的全身是伤？雄性哪有不打架的？受伤正常的很，过几天就好了。你是觉得很正常，可我会担心。你以后出门时间长了，我都担心你回来带一身伤。人有时候很奇怪，去年自己被树洞翻了腰，一整个人都趴下去了。他并没有受什么伤，就是身上弄得脏脏的。他觉得自己没事，因为没有哪里疼。可是枫叶觉得他疼，把他翻来覆去看了支操好几遍，确定没受伤才松了口气。现在自己也一样，枫叶觉得雄性受伤很正常，他也知道避免不了，但这些和心疼他不冲突，情绪来得又猛又烈，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我会尽量不让自己受伤，但如果受伤了，那肯定有避免不了的原因。我还不能心疼了。这还怎么说？反正你要知道，我们打架受伤是很正常的事。我出门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好好回来的。要是你怀的是雄性幼兽，以后要训练要出去捕猎，要是被受了是一点伤，你不得哭半天？雄性的恢复力很好，只要不伤及性命，很快就能养回来。我现在再说说你，你提崽子干什么？等他们长大还要过好久，那已经是以后的事情了。这个时候就不该提这事儿。这个咱们部落没有，你也没吃过，看看好不好吃。这话题比喻的太明显，表示自己希望他以后出门小心，不要负受伤。他只知道让自己吃果子，就算这果子比白糖还甜，他也吃不下去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以后出去如果要打架了，我就躲在后面，肯定不会受伤。小伙伴现在很明显是在自己的想法里出不来了，吃点东西睡一觉，明天就好了。果子挺甜，但我吃不了了。我想吃肉，吃好多好多肉。半肉的还凉，很肉吃的吃多，但还是馋。不用等到明天了，那些不开心的事，吃半个果子就能解决。吃一顿肉能忘得一干二净。等着，烤的炒的都来点，保证你满意。以前他吃的少自己愁，现在吃的多了好像也挺愁的。要不要吃点其他的？没觉得雌性爱吃肉是有问题。我只要这个。从少天吃东西都是换着来的，要有肉、大米、野菜、果子，各种各样的东西。突然只吃一种，很不习惯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吃的多？我现在怀着崽子呢，是好几个人在吃，有可能以后会吃的越来越多。在山洞里面待了几个月长肉了，加上怀了崽之后吃的更多，这不肯定整个人胖了一圈。不胖，就是怕你吃撑了，晚上睡不着。不胖，肉多一点，抱起来才舒服。马上要睡觉，我怕你吃撑着，晚上在炕上打滚。之前发生过这样的事，遇到他喜欢的饭菜，能吃平时多一两，结果在炕上滚到半夜都睡不着，还起来在山洞里走来走去。撑得睡不着，那感觉不太好受，不想多经历几次。别一直看着，半夜饿了我起来给你做。很麻烦的，这里又不能点外卖，煮个东西要烧火。如果是半夜煮，还要去抓角兽，现抓现杀，想想都麻烦。不麻烦，做给你吃我乐意。我有一个长得帅、身材巨好、力气贼大，还对自己特别好的老公，越看心里越满意。枫叶这么长时间没怎么睡好，就算自己轻手轻脚的起来，也怕把他弄醒。这些果核也不要扔了，拿着种起来，说不定明年就发芽了。把部落里种满果树，以后有吃不完的果子。可以跟阿伯说一说，雄性出去如果有时间，还可以找些小树苗回来。青佑，你现在怀崽子了，野哥居然让你一个人出来，你怎么一个人出来了？枫叶天天睡不好，今天让他多睡会儿。去年我们种了增力果种子，今天去看看。先进来，云朵还在睡，一会儿我和你们去看看。这味道和枫叶烤的不同，好吃。云朵姐喜欢以前那种方法烤肉，她觉得会比较好吃。而自己在家时习惯把肉切成薄薄的再烤，这样比较入味，外面的皮烤的脆脆的，偶尔吃一次觉得特好吃。今天好不容易不去族长夫人那边，你怎么也不好好睡一觉？我也想睡懒觉的，可是饿了。趁现在还凉快，我想去看看之前我们种的增力果。等等我也去。种的时候他也在。增力果多珍贵啊，万一就发芽了呢？这些东西可不像增力果的树苗，没见过，但听说增力果的树非常大，肯定跟这个不一样。你们要不要一起进去吃？我才刚刚吃了不久，现在可吃不下。现在你的胃口是越来越好了，可能是以前吃少了，现在要全部补回来。你放辣椒了？你好久都没吃了，放了一点。
是真的只有一点，辣味肯定是没有的。不过伴侣喜欢吃，看着心里说不定会比较高兴。怀崽子之后就很少吃辣椒了，怕上火，医疗条件差，该注意的就要注意，怕吃多了牙疼，到时候可遭罪了。我走的时候你还在睡觉，什么时候去抓的胖毛兽？孩儿送过来的，现在他有了伴侣，走路都是用跑。就在这儿，我就在那儿挖了一个洞，种子全都丢进去了，就种东西而已，哪需要走那么远？看什么地方合适就种在那么多颗种子，总之你全种在一个洞里了。它要是不发芽，我每个山头都种一些，它也不发芽，丢在一起种还省事。听着好像没错，可全是歪理。看样子这东西是种不出来了。没发芽就没发芽吧，今年再试试。不过这地上的树根挺吓人的，绿色的看起来像蛇，不仔细看会被吓一跳。你轻点儿，假如是增力果的根呢？先生根后发芽，说不定他们现在只顾着生根，没顾着发芽。轻一点，别伤着它。要是其他东西他看都不看一眼，别说用手去刨了，但这个真的能长出来，清秀以后就有吃不完的果子。如果生的是雌性幼崽，对他们身体好，再寻迹狼部落去拿，哪有自己部落里就有好？确实是增力果，还是2颗。真的种出来了。就是这个寻踪狼部落的那棵增力果树的根也是这种颜色，快，去找点泥土过来，把它们给埋上。以后咱们自己部落有，不用羡慕寻踪狼了。既然种出来了2颗，那以后也能种出来，还要巨行狼部落里面长满增力果树。现在他正在说自己乱种种子，2颗种子的根系缠绕在一起，分不开，不好移栽。说不定他们就是要在一起才能长出来，分不开就不开。他倒是每颗种子都分开种的，但他们只看了种子有没有发芽，并没有刨开看过。说不定其他地也有长出来的。你们几个跟我去那边看看，有没有长出来，他们知道去看，后面也会照顾好。现在太阳大了，别在外面晒着。下午你去找阿伯问问，看其他地方还有没有发芽的。增力果长出来了，他自然高兴，但他又不会跑。现在没发现，以后也会发现，他一点都不着急。风扬、风岩，你们过来。今年的增力果种子一样收集起来，这次种到其他山头。我之前已经问过青友和枫野，这些种子是晒干中寒潮种子，也这样种，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先从部落最内部开始往外面种，果子结出来是分给整个部落的，先种哪里都无所谓。你们2个决定。巨影狼部落现在是越来越好了，晚上做梦都能笑醒。该学习的也不能落下。只是第1天就听到有人说其他地方来的雌性厉害又不要脸。有啊，路修的平平的，走的时间又不少，闭着眼睛都不会摔倒，他还是不放心。野哥从以前到现在就变过，短短的距离恨不得把你抱过去。咱们谁也别说谁。你怎么什么东西都没拿？阿婶快给我们放假了，全部记下来，到时候好复习。我每天早上睡不醒，修宁把吃的做好了才会叫我，吃饱了就往外走，真给忘了。我先记着，你有时间再抄。心里暗道，他们来的真早。亲友每天早上饿得快，所以起来的很早，加上怀崽子日太阳还没有照到这里时，为他们已经够早了，还有比咱们更积极的。你说风扬他们为什么不在部落里面找伴侣，而是从其他部落弄回来的雌性里面找？这谁知道啊？肯定是眼睛瞎了呗。修宁的那个伴侣还是从西部来的，当时赖在修宁家不走，部落里好多人都知道。枫野的伴侣也是修行半灵半带回来的。你们还别说，其他地雌性是吧，刘真？我记得你雌性脸皮好过枫野，只是没看对眼儿不去了。你再看看外面来的雌性，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，让肯定也不要脸对他好的不得了。我们可做不来，我们是要脸的。他们现在不止被说不是好人，还成了有很多办法对付雄性的雌性，不然枫野怎么会对他这么死心塌地？优之，你以前要是再努力一点，就没有其他雌性什么事了。一句话没说，也能扯到他身上来。我是去找过枫野，当时就喜欢他那一副什么都不怕的劲儿，但后来不喜欢了，枫野又不喜欢他，当什么都不怕劲儿用在自己身上才知道后怕。我现在已经有了伴侣了，你们可别再胡说八道，别人怎么处是别人的事儿，你管好你自己吧。他还想带伴侣怎么了？就这手小事就熟个就巧，让我这样就挑衅的好个消食。这人怎么这么能说？他是来干什么的？在别人的山头还敢胡说八道？要是被人听见了，能得到什么好处不成？他的2个哥哥被打那次是真的下头。你今天怎么了？没说几句话就沉默。还有你之前不是说不想学医吗？说有了伴侣后天天在家陪着伴侣，今天怎么过来了？没怎么，我就想看看到底有多少雌性来学医，为什么过来只有他心里知道。去年风鸣隔一段时间就会给他送猎物过来，后面不知道为什么不来了，他还让其他雄性带过话，也没见他来找自己。再后来就是听到族长夫人已经给他们选好了伴侣，他知道以这是大风季，想去找他都没办法。见过幽之一次，是幽默和幽灵的妹妹，他刚来的时候是看到他身上穿的衣服才认识丝线的，也听说过小九，风鸣以前喜欢过的人，但那嘴巴一直没停过的雌性，既没见过也没听说过。你们是哪个山头的？干嘛偷听我们说话？在后面连句话都不会说吗？我就是那个脸皮非常厚，还有很多方法让枫野对我死心塌地的雌性。要是怕被发现，你之后可以让伴侣为我死心塌地吗？你不是我没有那么碎嘴子，没那么多的嫉妒心，更不会不要脸的说其他雌性不要脸，背后说别人闲话才不是个东西，也很无能。有本事的都和我一样，当着你的面说你不要脸。我没觉得自己多有本事，不过就是实话实说罢了。
不知道自己刚刚说的那句以前喜欢枫叶有没有被听见。我待在休宁的家里关你什么事？我们厉不厉害又关你什么事？你是闲得慌吗？闲得慌就去跳到水里去洗洗，让你的脑子清醒清醒。你哭什么哭？你会哭你就有理啊！你说我们就行，我们说你就哭，像是我们欺负你一样。阿神哥马上就到了，我们先进去。你走的这条路是休宁和我们两人伴侣修好，以后你不准走这里。你要来学医，重新找条路走，不然我看见一次就让休宁去揍你们家的雄性。跟枫叶待久了，见多了他得理不饶人的样子，他也学得差不多了。你走着我们伴侣给修的路，还在背后说我们。之前是不知道才走的，现在知道了，肯定特别有骨气，不会再走。毕竟是个人，都会要脸吧？是族长夫人叫我们过来学医的，走不走这条路你们说了不算。你谁啊你？这山头是我大哥弄来的，你能不能从这里走？我大嫂说了当然算。而且不止你不能走这条路，大嫂说了算，这个山头的所有事情都大嫂说了算。一个没怎么见过的雌性跑到这里来欺负他大嫂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枫叶是我的伴侣，族长是我阿伯，教你们学医的族长夫人是我的阿婶。我有好多个弟弟，虽然不会打你们，但能去揍你们家的雄性。还有好多个小姐妹，她们全是其他部落过来。你说的呀，一个比一个厉害，会抽你大嘴巴巴。现在终于体会枫明说这话那时候是什么感觉了，就是有点幼稚，但很爽啊。总觉得这话在哪里听过。别一直站在这儿了，我们先进去。你们这么多人欺负我一个算什么本事？还真别说，不只有种人多欺负人少的感觉，还有一种很多大人欺负一个小孩的感觉。我们现在才几个人，后面还来了一大群呢。部落里的雄性和雌性在大事情上面态度统一，但生活上的摩擦可不少。雄性之间看对方不顺眼就是打架，雌性之间就更热闹了，动不动就吵嘴。族长夫人，是怎么回事？我来的时候就见这个雌性欺负大嫂和云朵姐，后来见我们人多了，又在那里不明不白的哭。几个崽子找的伴侣还好不是这样的，不然有的头疼。又不是什么大事，人送到了就回去。雌性之间吵嘴，阿婶知道几句。大嫂和云朵姐都不是让人欺负的性情，并不怎么担心。她在这里才没说几句，她就哭得不行，这里用不上她。枫明，青佑，你去看看怎么回事。枫明之前喜欢香小九的事，不说整部落知道，至少附近几个山头的人全知道。当时是小九看不上枫明，现在把人叫住，多半是后悔了。我刚刚到的时候，那个雌性就把目光放在枫明身上，只是两人没说话，我也当不知道。可现在不了解清楚，学习也没精神。你叫我干什么？有啥话你直接说吧。我现在已经有伴侣了。小九用这种眼神看着他，我有点慌。去年你给我送猎物，后明是喜欢找我了，知道族长夫人给你们找了伴侣后是大风纪，我找都找不到。去年确实给他送猎物了，但小九不是看不上他吗？对其他给他送猎物的雄性比他热情多了，他后来放弃了。我没有看不上你，部落里的雌性本来就珍贵，有其他雄性给我送猎物难道不正常吗？我肯定也要看看哪个雄性能力好又对我好。这里面只有枫明送了几次后便不再去找自己了。正常啊，但我不喜欢这样，不愿意了吗？看多了大哥和大嫂、修宁哥和云朵姐的相处，我觉得和喜欢的人之间不应该是这样。也是以前的事，现在我已经有伴侣了，可别再说这些没用的。为什么不能说？明明是你先给我送猎物，后来又不理我。喜欢我的不熟送东西心甘情愿，但后面小九看不上我，肯定不会再送了。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我们现在都有各自的生活了，剪不断理还乱。小九，不止枫明现在有伴侣了，几天前族长夫人摸手骨，确定你已经成年，你也已经有合适的伴侣。以前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暂到灵属部落，他很满是熊佑现在的生活情况，也习惯了枫明什么事都想着他，自然不想枫明的目光缠向别的雌性。实在好奇的姐，现在怎么样了？要是平时他也不会担心，但现在两人都怀着崽子，他想到的就多了，以免出现什么好的事情。以后两人过来时，不管是枫野还是休宁，必须来一个人接送他们。我去挑选雌性的时候，你们都明确了表示有学医的意愿。学医不仅对部落有好处，对你们和你们的亲人也有好处。我想你们都明白这个的道理，才怕。第一个我要说的是，既然决定要学，在这里就要认认真真的听，不要把心思放在那些没用的事上。今天教你们写的字还有草药的作用，明天我会看你们有没有记住。如果你们长时间记不住和学不会，那就不适合学。很少早上去做事情不送伴侣，结果今天去拔了一个草就来试了。骂自己没问题，但骂自己伴侣不行。回家了，我有点饿。他骂我们，我们也骂回去了。你再说几句他又哭了，要不然他最开始遇到枫爷也不会怕。算了，伴侣怎么说他就怎么做，不然会觉得他喜欢欺负人。风小满，快回去。我弟弟还没来接我。爱胡说八道，当然要承受后果。不知道是该说他聪明还是傻。说他傻，知道在洞口等着自己出来，自己走了还在站在那里，又确实不太聪明。以后好好学你的医，其他的事儿都不会发生。去挑选雌性时，就风小满最高兴。我当时很欣慰，哪知道来的第一天搞事情的也是他。不用啊，明明是4个人一起走，到后面再和谐，令自己变开始娱乐。言语是个很温柔的人，才挖一个山洞出来，用来装奶果和以后崽子用的东西啊。你们去年挖的那个山洞我看过，挺大的，用来放奶果这些东西不成问题吧？有点小了。韩寒的2个幼崽他没少去看，吃的挺多的。韩寒准备的奶果以为已经够5个雄性崽子吃，可只是2个雌性幼崽就吃了将近一半。雄性幼崽可比雌性幼崽吃的多了，如果生的是雄性崽子，少了怕不够。他们2个早上要送我们回来，要喂角兽，还要去摘果子和挖野菜，晚上挖吧。
晚上凉快。等他们把饭做好，我们吃了睡觉，他们负责挖山洞。这是什么话？想让他们累得动弹不了就直说。离摘奶果还有一段时间，他每天跑上几爪子也能把洞挖出来。去年半夜去挖山洞是要急着用，今年半夜去挖是不可能的。说找到挺多的，可这玩意儿飞得高不好抓，只能化成兽形去抓。一弄回来，我便让他们在树和树之间用竹子围了一个大大的地方，树顶做了一些防护，以防他们飞了。现在那里就是他们的窝，吃不完的果子全扔给他们，时不时还喂些大米。现在该去看看有没有收获了。这个蛋可真大，是鸡蛋的4、5倍。我馋这一口很久了，回去就开始刷锅炒蛋。在这里吃了再回去。虽然知道这些还不够他塞牙缝的，但也要让他尝尝。怀了崽子饿得快，你自己吃。野哥和青佑有他们自己的相处方式，我和你也有，没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。你不必看他们怎么做，你就要怎么做。伴侣回去时说青佑他们今天吵架了，后脚风小时就来找我告状。风野和青佑结成伴侣后，算消停了一段日子，才刚刚让这些雌性来学医的第一天就开始比较好，人心事情又多，还全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。本来就是雌性之间吵几句的事情，你们两个雄性下放我接近盖条路，他一个走雌性，你们硬是要逼着他去钻草丛。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你家里的雌性一哭，你来找麻烦。我的伴侣受了委屈，想的自然一样。只是我还什么都没做，你们就来了。现在这事是过不去了，所以你想干什么？你们做错了就要跟我姐姐说对不起。你不问问他早上是怎么说我和秦友？不管我姐说了什么，你们都不应该吓唬他，也不应该不让他走那条路。你不能因为你想出来火炕就欺负人，那其他来学医的雌性每个都在担心受怕，怕会被你欺负。不长也不问，不想受伤，风气都煽起来了。都闹成这样了，你在旁边哭什么哭？有事情直接说清楚。今天早上你到底说了什么？从小看到他长大，这反应很明显是说了不好听的话，不然不会这样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。本就是雌性之间吵嘴，也不是什么大事，这件事就算了。站住！今天这事不说清楚，你们几个别想从这个山头走出去。别人怎么说他不在乎，毕竟他确实护短又不讲理，能动手绝不会和他们说个明完。但今天要是让他们走了，不久后部落里的雄性、雌性该说清秀喜欢欺负人了。自己一个人的时候，他们说下自己就算了。现在阿爹和弟弟都在，还有这么多来学医的雌性和雄性，他就不是说几句心里话而已。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你们凭什么这么针对我？所有人都不喜欢我，还不和我说话。今天早上风小满走了一路便说了一路，说只要不是部落里长大的雌性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手段多，性子厉害，还不要脸。可这个山头的雄性就跟瞎了眼似的，就喜欢这样的。正好被青油和云朵听见了，说有本事就当面说，不要在背后嚼舌根子，这样很无能。至于不要他走那条路什么的，云朵是被气到了才那样说的。至于去学医的雌性，族长夫人在讲东西的时候，大家都在认真听，都没有再不是不和他说。至于吓唬他这件事，风野粉揪你只是看了他几集，话都没有说，他自己心虚，把事情都怪在别人头上。这人是没救。我们都是从小在部落长大的，你居然帮别人不帮我！原来不要脸的是你啊！你先欺负人，结果你还这么委屈。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问题，别人想说什么也可以。你受不了，干脆待在家里别出来，还学什么医啊？一天天闲得慌。当我回去吃饭，这种人你以后可少和他说话，不然哪天说了他不乐意听的，又带着一群人来我们家门口堵着。今天这事儿把这个山头的雄性和雌性都得罪光了。这件事是小满做的不对，小石也被打了，我会找人家好好教。今天我把话撂在这儿，我不会让他再踏进这个山头一步，不止他也一样，不然下场你们知道。能把族长夫人请过去教他是你们的本事，不能的话是你们活该。这个山头住的人关系都很好，日子也过得顺心又舒适，突然来这么一下，让人挺糟心的。只是听伴侣说青佑、云朵和谁吵架了，但过成什么样子他不知道。了解了事情经过后，也是不耐烦的很。一件小小的事儿，搞出这么多弯弯绕绕。他这样子可不认为自己做错了。部落里的雌性确实珍贵，也确实应该好好被保护，但这些不是可以让你胡搅蛮缠，你最清楚。你教不好，自然不受大家喜欢。今天看到的雄性和雌性不少，过不了多久，这事儿就会传开。他们受别人白眼的时候还多着。给在场的人都道歉。阿婶挑出来的人少来了1/3，也不知道是因为阿婶昨天说的话太严格了，还是被他们的事吓到了。我觉得是被吓到了。除了住在这个山头的小姐妹和她说了话，优之跟她点了点头，其他人至少离她1米远。部落里的人这么多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，这控制不了，是好是坏全是别人嘴里一句话。得了，她的名声差不多会和风野一样恶名远播。我和云朵姐都觉得这样没什么不好，认真做自己的事情就够了。发什么疯？都过了好几天，今天风小满也不知道发什么疯，找了10多个雌性过来堵优之，说优之帮着外人不帮他，说优之也不是个好东西。得了，他的名声差不多会和风野一样恶名远播。我和云朵姐都觉得这样没什么不好，认真做自己的事情就够了。发什么疯？都过了好几天，今天风小满也不知道发什么疯，找了10多个雌性过来堵优之，说优之帮着外人不帮他，说优之也不是个好东西。只过了几天，他那张嘴可不像幽灵回来说的那样支支吾吾好久说不出一句话来，而是比谁都厉害，把我们家里人通通骂了个遍。我们一家人自然不会惯着他，把他好好骂了一顿，看着他的脸从青到红又到紫，心里舒服极了。怎么过了好几天还能听到这个雌性的名字？你的家人没拦着？他家里人不管。他们这里讨不到好处，又去找优之了。
就是因为那天优之说了实话。想来这几天风小敏一直记恨着，没反省自己哪里做的不对，倒想着全是别人的错，找到机会开始发难了。只看到风小敏带着磁性过，他的家人一个也没看见。不管是他们默许的，还是风小敏自己跑出来的，都掩饰不了他的可恶。按理说你们都把他骂了一顿，不应该这么生气啦。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风小灭跑去跳水了，全身湿漉漉的被抬回来。这下好了，他跑去跳水，其他人通通说我们骂的太厉害，把人骂的跳水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他是雌性，他想骂几句就骂几句呗。人都同情弱者，就算他们再有理，风小满只要跳河了，那也是幽默他们的错，他不会就这样算了吧？风小满被抬回来的时候，还中气十足的喊着，说他跳水全是被逼的，骂过他的人他都记得，不会就这样算了。不是他心思多，跳水了之后还能中气十足的说这些话，估计这是风小满用的苦肉计。这人跟有病似的，住的地方离你们也不远，你们还是注意着点吧。毕竟大嫂和云朵姐都怀着孕呢。最开始伴侣被骂的时候，我心里是不爽，但有了青佑后，对雌性宽容了很多，最多想着吓唬他，让他别没事找事老实点。青佑拉着他也救了。风小石一家找过来，我想让他们把话说清楚，别让青佑出去的时候听到难听的话，喜欢找事，那就让他们不要再过来，眼不见心不烦，影响心情。这个时候我不这样想了，我和部落里的雄性打一架就算了，之后大家都相安无事，回去吧。这件事最多过2天我就会解过。花大师，上次看到这种眼神，我能感觉到杨盖什摸一次大嫂事件的时候是真想弄死他。野哥，你是不是不能这样干啊？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了，他们突然死了，部落里的人第一个怀疑的就是你。以前要是部落里谁受了伤，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野哥。我其实不认为他会那样做，但风也因为我怀孕，逐渐变得焦躁，睡不好，整个人又暴躁了很多。面对我虽极力压制着，我还是能感觉得到。再加上这事儿和我有关，风野那不想忍的表情一览无余。不会怎么样，只会给他们找点事做。野哥说了，这件事过2天就会解决，不用再看到风小满一家。我表示十分满意，没其他要求，远离就对了。不管什么事都没有伴侣吃饱了重要。前几天他就看来风野一直忍着没发作，风天又差点中刺脑出致人命，恐幸风险后还能叫忍得住。说吧，这次想怎么做？我要先说，都是一个部落的，有些矛盾避免不了，不能太过分。大家都知道他们受委屈了，咱们让他给部落做贡献是补偿他们，他们应该高兴。现在部落里需要做事的，不是带巴巴的雄性训练，就是出去找食物，你觉得哪个合适？训练丰州的雄性，这样的性格，他怕风信会把巴巴的雄性教得和他一样。风小满是什么样，他家里人能不知道？只不过是当不知道放任而已。我觉得这些配不上他们，要给他找个别人都干不了的，还是其他部落来聚居狼的必经之力，生活不用愁，还能给部落做事。那里说出那时猎物多，但草丛和树更多，那些树还带刺，一片接着一片。部落里的人就没有喜欢那里的，而且在部落的最外边，不怀好意的部落来打听事情，全部会经过那里。凤信一家住在那儿，怕是觉都睡不好。你让我把人弄到那里去，大家都看得出是在针对他们。我重新找个地方，让他们离得远远的。这崽子最近是怎么了？一副别去招他的样子，不然下一刻就会爆发。风满园只是一个雌性，被保护得太好了，这次对他刺激过大才做出这样的事。这周围住了多少雄性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们来不了，折腾不起来，过段时间就好了。对于阿布说的话，他一点不认同。喜欢搞事情的人不会有闲着的时候。他对说了一句实话的优之都能做出那种事，更别说青佑和云朵。两人怀着崽子，我要去做的事情不少，没时间时时刻刻的防着他。他敢扬言这件事不会这么算了，我肯定会先下手。是他的作风，到底行不行？不行，我去找风阳和风岩，他们其中一个是下一任族长，有权做这个决定。头疼得很，脸都皱成了一团。你说的是没错，青油和云朵怀着崽儿，一切要小心。可那个地方，直接说行还是不行？两人你一句我一句，他就是中间受气的，怎么说都得不到好处。答不答应，没一个是我惹得起的。我觉得大哥说的对，在事情还没发生之前就要制止，要是发生了，干什么都没用。至于去什么地方，你们说了算。之前觉得就我来跟当组长麻烦，现在觉得当组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也不是不可以。找你们办事太麻烦，我自己来。大哥主意比他们多，脑袋比他们转得快，做事情也不拖泥带水，自己还不用再这么累，每天忙得头脑发晕，不是这里有事，就是那里有事。你大哥说的是气话。要是以前风雅说这个话，丰州指定高兴得很。他现在想当组长是为了搞他们，你又不是的雄性了，怎么气性还越来越大？就是最近脾气越来越好，才有麻烦找上门。这次要是算了，以后这种事情多不胜数。我就是要让其他雄性看看，没事找事的下场是什么样。我的老脸都要被这几个崽子折腾没了。风野一旦生气，就会咄咄逼人，不达到目的是不会作罢的。本来已经没事了，又搞出些事情来。你这个组长是怎么当的？为部落做事，每个雄性都应该感到荣幸，还需要想什么办法？这崽子比以前还气人。要是2天之内他们不搬走，我就用我的方法来。你们保护不了我在意的人，那我就自己当组长，公平竞争，谁有能力谁当。风野会怎么做，他大概能猜到。左右是把他们一家弄得远远的，眼不见心不烦。他想的也一样，每个人性格不同，合不来很正常，大家能互不干扰也无所谓。但要是一直被人惦记着，还是见不到为好。昨天风小月跳河的事情大概已经传开了，我们少不了要当一个泼辣逼别人跳河的名声。这事儿刚刚发生，大家都在进虫头上，我们几个少不了。风小月这样做也对他自己没好处，毕竟大家惹不起啊。哪句话惹他不高兴了，护短的家人会堵人，说不过还跳河。不过他还没成年，加上部落对雌性包容，时间久了应该会忘得差不多。优之那天虽然帮他们说了话，但看到他最多只是点点头，还没交流过。
吃肉都没那么大口了，想知道他会说什么？真没想到他会跑去跳水。我真没想到他会跑去跳水，在部落里长大，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。有人因为他骂了几句跑去跳水，他心里一直平静不下来。平时和他玩的好的小姐妹又没有来学医，他想说话都不知道找谁。见青佑和云朵坐在这儿，想着他们和自己一样可怜，想倾诉的心就止不住。这大家都没想到啊！我早上吃饱了，给你吃。以前对他还很好的阿婶们，知道昨天的事情后，都对他议论纷纷，仿佛一切都变了。他以为这两人多半也不会怎么理自己，毕竟第一次见面就不愉快。我也是被家里宠着长大的，也没被别人骂几句就跑去跳水，而且还是他先骂我的。不愧是姐弟，委屈的表情都一样。幽默也是这样去和风野诉苦的。不委屈了啊，过几天事情就解决了。这种人就应该远离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之前让他闲得慌去跳水，好好清醒清醒，给他一个启发。吵架说的话他也当真，要是自己和他一样脆弱，早就死在西部了。能活着多不容易啊，应该好好珍惜。之前我们是认识的，也知道好了，被别人求罪了，做出了海因为别的41分之一给人气诉苦，非常实诚。不止优之会被议论，他们俩也跑不了。还有可能这个山头住的人都跑不了，除了住在这个山头的人，也没有其他人和我们两人说话呀。我们刚刚不熟悉后知道对方是怎么的，就不会这样了。再说了，没人和我们说话也没关系，我们来这里最主要是学医，本事学到了才最重要。我们有家人有伴侣，能聊在一起当然好，不行没关系。我们没有不和你们说话。我阿娘说，以前风野和修宁气了，最多揍雄性。要是惹你们生气了，他们有可能会打我们。我那天去看热闹了，虽然觉得阿娘说的很严重，但风野是一脚把风蛇天踢飞的时候更凶了。他们的伴侣都在这儿呢，这是能说的吧？不过阿爹说，雌性就是喜欢东想西想。风野在风野和修宁哥名声已经差到这种地步了吗？不可能的，他们两个只会和雄性打架，绝对不会打雌性。以前风野就只会打我的两个弟弟，我和阿娘一点事儿都没有。理是这么个理，但这解释并不能让其他人放下心来。算了，就这样吧，也有好处。其他山头的人是怎么讨论的，我们不知道。但那天看过事情经过的，都觉得是风小曼太小气。大多数人心里还是明白的。野哥，你可真厉害！风信他们一家真的搬走了，还是去了那个没有什么雄性住的山头。我一看就知道那地方是你选的，只要他们一下来，就有我们的人盯着，走到哪里咱们都会知道。除了野哥，其他人想不到这么缺德的地方。名声差就是这样来的。以前野哥也是这样的，就是别被他盯着，不然没好下场。野哥，快说说你咋说服族长的，让我开开眼界。野哥咋了？我唯一的一个好处是特别会看人脸色，之前也在这个山头盯着，但是知道也不会把我怎么样。这有什么好高兴的？阿伯他也会去做，那静说的话不可闹着玩的。也是，野哥说过会解决，就肯定会解决。你快回去吧，也没有心情关心风野是怎么跟阿伯说的，因为他察觉到风野最近越来越不对劲儿。这件事告一段落，他不应该是这样的。风野和平时没什么两样，还是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，甚至比以前勤快多了。每天不是去弄东西回来，就是去给他找其他吃的换口味。没有特别奇怪的地方，但我就是觉得哪入都不对劲儿。和之前没变的，就是晚上睡不着觉。他把这一切归咎于他这段时间了。你陪我一起睡吧。睡不好觉，心情就会烦躁。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让他多睡，可他现在这样子，可不像想不睡我也睡不着。胡说什么呢？每天晚上睡得最香的就是你。这话没法反驳，我的睡眠原本就好，怀了孕睡眠质量更好了。晚上一躺在上面，眼睛一闭，什么事都不知道了。要不是他最近半夜经常口渴，起来喝水时见风野那双大眼睛盯着自己，还不知道他经常睡不着。倒是醒来的时候，风野眼睛还是闭上的。我以为他睡眠好了之后便不会再这样。风野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安全因素已经弄走了，觉也让他睡了，怎么还是这样？这下有些慌了。难道是风野去找阿伯的时候吵架了，所以才心情不好了这么久？怎么了？这让他不好接话了。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手、脚还是肚子？没有哪里不舒服。事实上我确实没有哪里不舒服，又哪里都没觉得舒服。那是和阿伯吵架了？没有，我和他一直那样说话，没有吵架，没什么好吵的。他不做就自己做，不会被气到。敌不过困意。你在干啥？伴侣晚上习惯要喝水，早就准备着的。你怎么不睡觉？你的肚子越来越大了，我看看。你怕我？你最近每天晚上都睡不好，有点担心。我当然不怕，风野对我有多好，我心里有数，这点事不至于让我害怕，就是感觉莫名该是我。他能吃能睡，每天快乐的不得了，风野却变得敏感又奇怪，还有点矫情。确定我没有想错，是真的有点矫情，不然怎么会问这么傻的问题？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儿？完了，风野好像病了。这些日子风野除了和自己待在一起，就是和修宁哥待在一起的时间最多。发生了什么他肯定知道，要问问才放心。你站在那里干什么？等着族长夫人来赶你？你先走，我有事要问问族长夫人。修宁哥，最近风野和你在一起，有没有不对劲儿的地方？野哥要做的事情不少，每天忙得很，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。他以前也这样啊。那云朵姐怀孕后，你会不会心情不好？没有心情不好，我也没看出野哥心情不好。你是不是和云朵一样，怀崽子后喜欢胡思乱想？这话给我弄懵了，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胡思乱想出来的。结合这么久发生的事，确定不是他胡思乱想。
听伴侣说了不少，说青瑶学得很认真，一点都没偷懒。今天居然这个时候过来。阿伯，风野上次是不是和你吵架了？他那死样子，谁和他吵架？阿爹还在生气，戚大哥问他是怎么当组长的。知道风信一家搬走，肯定是大哥出的主意，但他们有没有吵架，他还真不知道。阿伯，你别生气，他们两个是怎样的，我回去骂他。有问题一致对外，说会回去骂风野，只是说给他听的。大哥怎么了？我觉得风野最近心情不太好，晚上还睡不着觉。之前以为是风小满他们的原因，最后发现不是，过后又以为是每天睡不着的原因，但他睡了过后也一样。大嫂是不是想多了？风小板他们那种根本不是事儿，以前比这还难搞的，大哥都没在意过，过了就过了。至于睡不着觉，没和你结成伴侣之前，大哥晚上经常睡不着觉，不是在这个山头乱窜，就是在那个山头乱跑。虽然没明说，从阿爹身上发生的事来看就知道，大哥就没有吃亏的事。而且大哥以前说过，可以生气，但更要冷静。有些事不是生气可以解决的，而是要用脑子解决。哼，他就是那德行，随时冷着个脸，像别人欠了他的。有一说一，枫叶内心确实强大。去年出部落时杀了好几个金刚兄，这么久，可他反常也是真的啊。阿婶，枫叶最近脾气暴躁，可能郁结在心，你给他弄点疏散郁气的药。还有，他最近总睡不好，半夜起来盯着我，再弄点能让他睡着的药。没想起来。阿婶，就这些，先让他喝着，有其他问题我再来找你。要那种吃着对身体没害的。他们两人吵架回来必定会和自己念叨一遍，没想到不止伴侣气了这么久，风野气性也越来越大。弄点药回去给他们都喝喝，但能让两人吃苦，不是闲得慌吗？喝点苦的就好了。这是要苦死枫叶。这东西管用的很，拿回去分2次熬水给他喝，第2天就好了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这不是挺正常的吗？那是给你喝的，熬出来的水老老实实喝完。我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喝药？让你喝就喝，哪有那么多问题？这东西管用的很，拿回去分2次熬水给他喝，第2天就好了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这不是挺正常的吗？那是给你喝的，熬出来的水老老实实喝完。我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喝药？让你喝就喝，哪有那么多问题？阿婶说夏天太燥热，你喝点这药熬出来的水对身体有好处。有没有好处他不知道，但阿婶总不能害枫叶，肯定没坏处。好端端的给我喝药做什么？也不知道这药有没有用，没有用又该怎么办？阿婶说了，这些草药分2次熬水，多喝点效果才好。这执着的模样，今天这药不喝是不行了。这味道真是要命了！你也想吐？我闻到这味道不舒服，那是以前就会这样。来到这里后，我喝过1次药，那味道让人不敢忘。加上我现在怀崽子，嗅觉比较灵敏，所以才难受的厉害。但风也不是这样的，上次熬药时非常淡定的坐在旁边，脸上表情都没变过。这次怎么变得跟自己一样了？原本我没打算说的，一个大男人搞得比雌性还弱。当知道伴侣怀崽子时，我还没什么感觉，可没过多久就开始睡不着觉，接着东西也不想吃，胸口又说不出来的难受。要不是每天有那么多事情等着我做，我真想躺在一个地方动都不动。吃东西也是硬逼着自己吃的，今天没吐出来，还要庆幸已经禁食好几天了。这感觉比让我去打架受伤了还难熬，时时刻刻都在折磨我。明明不是多大的事儿，却让我这么久没一天是舒服的。今天最严重，不止怀崽子的是我，难受的却是你。我想吐，你还发生孕反了？看样子是的。猜想的是自己怀崽子，风野心里紧张，睡不好才心情不好，哪知道是这样的。过段时间就好了。我明天去问问阿婶，怀崽之后心里难受，想吐吃什么药。她怀崽子药不能乱吃，但风也可以，说不定管用呢。担心傻了，熬出来那味道不吐就是好的了，喝下去半个月都不想吃东西。那你只能忍忍了，这味道确实不好闻，你吃点东西下这味道吧。小队员让我去进食，我又开始难受了。今天刚吃过，不饿。那晚上我们是去修宁哥那边吃东西，还是去风岩那里吃？山洞里的味道太难闻了，他不想回去，还是去修宁哥那里吧，比较近，可以让修宁哥帮忙快点把锅里的草药弄出来，气味散得快，晚上才不会那么担心。你难受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最近有没有哪里不对劲？又去问阿伯你们是不是吵架了？那天你们说了什么？阿伯现在还气呼呼的。那句问你单气象。至于阿伯那里，觉得他做事磨磨蹭蹭的，那会儿语气不太好，这人真是越老越小气。我明天去找他。回想到底哪句话让他生气到现在，结果那天说的太多，想不起来。说他这个族长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家人，丰州真的气到现在。虽说小事上几个崽子少不了帮忙，但大事情上从来没让他们吃过亏，张嘴惯会胡说八道，要不说清楚跟他没完。我最近不太舒服。你不舒服关我什么事？没别的事就快走，别在这里碍我眼。习惯了这样和他说话，其实没觉得有问题。不过伴侣说阿伯对他们足够好，人又老了，长时间生气会气出毛说，我不该那样说。这崽子吃药吃出毛病了。他是生气，但从来没想过丰田会低头。虽没直接说他错了，但那意思差不多。那口气憋在胸口不上不下，怀疑他又要搞出什么幺蛾子。白说了。回想着他说要当组长的话，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这状态不像去和别人谈判，倒像是去和赤月虎干架的。知道了，
巨婴狼从热季开始就放出猪消息吊着他们，他早就用其他东西弥补，但巨婴狼不松口，看着部落里的小崽子们不得不后退。亏了，赤月虎太穷，除了喜欢兽皮多，其他的要什么没什么。寻踪狼部落还有增力果，赤月虎是一样的东西都拿不出，但他们也早想到。等等，从的其他地方处理，用巨禽狼晒出来的果干种出来的东西，每年都要上交一部分上来。今天就应该不用过来，还不如在家陪着清油。这就是清油救过的虎崽子。清油去年韩朝说过，这家伙连皮带肉才20多斤，还长得挺快，要找救命恩人。现在他们是一根绳上的了。巨婴狼会去赤月虎部落教他们做火炕，地形可以教得清清清楚，也没什么问题。但想去找大嫂，我们疼爱没事都不敢去。大哥这一脚下去，2个部落的事还能不能成？多谢枫叶兄弟救了我家崽子。伴侣这段时间很无聊，带虎崽子进去给他玩玩。自从幽默把那个麻麻的果找回来后，伴侣就爱上吃华兽了。我伴侣怀崽子了，你要是怕跑过去撞到他，要是他来真的，谁都阻挡不了。已经在心里想着自己死了过后到底还有谁能压住他。那几个崽子是别想了，打不过枫叶，说不过枫叶，别说压住他，什么都听他的才是正常操作。看来有时间要找清油说说话了。清油比这崽子听话无数倍。去年这时他们早就下来了，今年因为要学医，快到最热的时候才搬下来，一层又一层的树叶遮盖，凉快了不止一点。接下来的日子他还抓紧时间做崽子以后要用到的东西。枫叶则是趁着没太阳的时候出去摘果子、野菜、奶果，再把青柚需要的东西弄回来。热的时候就躺在家里睡大觉和陪着青柚。小崽子生下来后要吃的奶果、用的东西全部已经准备好，全部堆放在新挖出来的山洞里。他和枫叶要用的东西也准备的足够多，不怕不够用。要不要和我一起去？我就不惧真狼关系好，谈判就在阿伯的山洞。但赤月虎不一样，说事情要到专门的地方，离这里很远。他大着肚子，一路上少不了颠簸，不想去。你去了少说话。这么长时间以来，枫叶还是不舒服，脾气也不太好，除了对自己很温和，和从前没什么两样，对其他人真的是凶神恶煞。到了那种别人多看他一眼，他都恨不得上去踢上一脚的那种。凭实力让这个山头的雄性都离他远远的。几个弟弟当中，连风鸣都识趣的不来找他了。要不是每天要做很多事情，消耗了他大量体力。今天我会把你按死在水里。阿爹说了，当遇到自己打不过的雄性时，要老实点。其他虎崽子也不会来找我，风也更不会带回来。这也长得太快了，被自己绑在山洞里，啥是小小的一只，这时已经有几百斤了吧？现在看过了，老实趴在这儿，等我把吃的做好，马上送你出去。枫叶的占有欲还是那么强，不想让发痒的手心，没有作死硬要摸。别叫了，你一直叫我也听不懂啊。咱们坐在这里就等着吃烤鱼，没见过的果子和一些皮毛，虽说他现在不缺，也止不住好心情。别怕，我会在家里陪着你。他不怕，枫叶如果要出去，阿婶会过来，自己待在家里只是简单的煮东西吃，这些还是可以做的。肚子越来越大，但他动作生了3在自己好。枫叶不出去，当然2个雄性幼崽，这个时候他用不上，有可能还是想有他自己会用上。魏云多姐高兴过后，开始一寸一寸的摸着小衣服。出不了家门的日子，枫叶换着花样做好吃的，我要什么他做什么。小伴侣还是没胖多少，显得肚子格外大。多走动走动，生崽子的时候可能会快点。咱们只剩这一回，伴侣怀崽子前期还跟个没事人一样，过后翻身都小心翼翼的，老遭罪了。那咱们以后别做了行吗？没有避孕的东西，再小心都有可能会怀上。怀不怀崽子这事儿谁说得准？最有用的方法就是他刚刚说的这个。可惜旁边这人不是个忍得住的。怀孕2个多月后，晚上看自己的目光都想把自己蘸辣椒吃了。什么叫以后都别做了？这几个月差点把他憋出毛病。你喜欢雄性幼崽还是雌性幼崽？能有崽子就不错了，哪里还管是雌性幼崽是雄性幼崽，都喜欢。有崽子以后，你是更喜欢他们还是关心我？这个问题你已经问了10多遍了，那个伴侣肯定会性喜烦你。觉得是假的，等崽子大一点，就给他们找事情做。崽子生下来什么都不会，我们肯定要耐心的照顾，等他们长大就好了。我在算日子，伴侣什么时候才会生崽子？崽子多大让他们出去住，2人什么时候才能单独在一起？父爷，我要生崽子了！该用开水烫的，通通烫一遍，放着备用。他之前的叮嘱没白说，亲友让你们抓回来野鸡去逮一只回来，如果有蛋更好，其他的新鲜肉也弄一些。实在痛得厉害，不用走。你怀崽子的时候做得很好，不差这一时。生崽子都会走这一遭，你们都陪着我，我不害怕。现在说什么都没用，还是会痛在他身上。没眼力劲儿的家伙，一点都看不出青柚不想吃了。大哥，大嫂给你生了5个雄性幼崽，疼不疼？现在好多了，感觉刚刚疼得太厉害，现在这点疼根本不算什么。我进来时看过了，都好好的。崽子现在很好，如果崽子数量少，体型会大一些；数量一多，体型小一些，很正常。小崽子全身银色毛发，眼睛还没睁开，嘴巴一拱一拱的，等着吃东西。盯着几个小崽子，心被狠狠的揪起来。别看我说的轻松，心里也是慌的。要是在以前，这种大小的崽子生在热季能不能活下来都要看运气。别说现在越来越冷了。老4老5看起来太虚弱，他在这里长大，刚出生的崽子见过不少，刚走进来就发现这个问题。可我不能有其他表情，不然伴侣刚刚生下崽子又要担惊受后怕。想说点什么，往炕头人看了一眼，到最后什么都没说，认真看怎么喂崽子奶果。
还要看看小崽子才能睡着。小崽子生下来需要吃饱，现在在吃奶果，风野正好多学学，等一会儿抱过来你看。剩下的还在吃奶果，等你休息好了看个够。知道你怕风野照顾不好，我会先在这里照看着，等崽子大一点，风野什么都学会了我再回去。情绪一直紧绷着，那口气才松了一大半。崽子有阿婶照顾，不让他动手，连风野都要靠边，他心情舒畅的过了好几天。快躺着，说下来会冷着，对身体不好。这比较刚刚天天出血又来了。雌性生崽子是一个2个，但你一下生了5个，不好好休养，以后再怀崽子就难了。这些天我是吃了就睡，醒了又吃吧。山洞里面温度合适，多走走有利于恢复，这都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他们体型相差太大。这是老大，这是老二，这是老五。崽子刚生下来毛发一样，他根本分辨不出来。想起他们做的种种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现在已经比刚出生时好多了，只要好好照顾，完全没问题。前2天不是还来看过吗？这理由也太不走心了。阿婶现在出不了门，过去正好给他们解解闷儿。阿伯也在家里训练。给几个崽子取什么名字？前后左右。自从你怀娃之后，风野就变得不太正常。现在崽子已经生下来了，还是不正常。你要打也别用手，打着又不疼。使劲劲儿的。取名字的这事还是要我来。要知道几个崽子的名字都我取的。不知道是谁说只要强大好的果子来给他玩，身上沾了野草，风野不要果迹，偏偏看上了那一颗野草，一直用爪子去扒拉，名字就是这样来的。有点好笑怎么办？幸好叫枫叶，不是叫风草。想笑就笑，不用忍着。比如蜂蜜这2个字，他很难不想到蜂蜜，还有风寒、风吹、风行、风泽、风时、风雨、风寻。以前对风阳他们都没这么用心过，以后崽子会越来越多，有你忙的时候。自己生的崽子怎么可能不用心？你懂什么？崽子不用你来生，有些事情体会不到。风雨的风寻刚出生时看着都揪心，好在熬过来了。说不清他当时心里有多害怕，只是一直强撑着。不哭了，你看他们现在这样子，活泼乱跳，衣服都给你抓坏了好多件，不用再。几个崽子当中，风寻最瘦小，我时常把他抱在怀中，这家伙也最黏他，时不时的抱着自己的手，又蹭又舔的。现在又在扒裤腿了，这动作惹得他哭笑不得。他心里帮着的那根弦才松下来了。青佑知道后没有怪我，甚至白天从没见过他哭，一直撑着做着他能做的事。可崽子稍微有一点动静，他就吓得不行。崽子身体瘦弱，前几天瘦得厉害，摸上去全是骨头。他不是不心疼，而是知道除了尽去最大努力照顾他们，别无他法。好在结果是好的。前1个月，他们吃的奶果还会用水烫热或在锅里煮热再喂。1个月后，风野便直接拿出来倒在碗里，看得直皱眉。不过见阿婶都没说什么，他也不开口。在养崽子这方面，2人都比自己懂。堆了一个山洞的奶果，被喝得寥寥无几，吃这么大，他们实在太能吃了。要不是提小小鸡云朵姐让他多备一些，现在风野要满部落的找吃的。软软的触感加依赖的表情，他心软的一塌糊涂。再等等，你阿爹已经出去搞肉了，马上回来。我再等等，等等阿爹就回来了。软软的手感真好。风雨，你再去抢东西吃，被揍了别来告状。知道他们是在告状，但到底说的是什么，他一句都听不懂。听不懂授语的坏处就在这儿，什么事儿靠盲猜。怀疑他是不是从来没吃饱过，吃着碗里的望着锅里的，被揍了也不改。兽皮做的衣服上瞬间多了几道抓痕，要是热季到了，他连丝线做的衣服都不敢穿，一爪子下去得分为2半。你再往我身上扒擦，你阿爹该揍你了。风寻他抱的时间最多，但也只限于刚出生时的那1个月，后面几个崽子的待遇便相同了。按风野的话来说，雄性就要有雄性的样子，不能像雌性幼崽整天抱着相亲相爱。结果风行那淡漠的眼睛，不难想象和风野那性子差不多。风时你吃快点，你阿爹回来该说你了。风野不止说1次，要是风时这习惯改不了，长大了得饿出毛病，因为他没见过哪个是雄性吃东西这样吃的。好，这家伙又要挨骂了。从无奈到麻木，总觉得崽子没吃饱，一天都在给他们吃东西。部落里的幼崽就没有比他们更。他们还小吗？总要给他们吃饱。娘说的对，不吃饱要饿。回来了，饿了。好饱，好舒服，该睡觉了。刚出生的崽子一天吃好多顿仗，现在已过他们喂好几个月了。部落里的其他幼崽这么大时，管我炖。雄性和雌性不一样，他们吃进去的东西足够维持很长时间。在飞小想让他们多吃点，导致一发不可收拾。现在改不过来，雄性生来就要保护部落，保护伴侣，保护亲人。有了崽子才知道，不担心是假的。与其以后担心他们武力值不够高，整日体型吊打，不如从小好好训练，让他们独当一面。在兽食这样的生存环境，也得训练。在死亡的威胁下，丢掉内心的不全力支持风野的行动。几个崽子必须要变得强大，准备好治疗外伤的药，其他一概刚挨揍了，就给他们揉揉。你们要好好训练，以后才能保护自己和自己的亲人。觉得好难，看他会不会心软，会不会继续给崽子们吃东西。什么时候才到热季？寻渐进他去学医，他要去留心不烦。不能每天训练这么长时间，还不给吃肉。阿爹快点，这段日子我们每天都饿得很。他是亲爹，不会虐待自己的崽子。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他们不抢东西吃了，连吃东西最慢的风时也不再慢吞吞的。那些臭毛病全是惯出来的，方便我洗干净。完全没他发挥的余地。不管是生崽之前还是生崽之后，这些事情风也从没让他睡觉，睡醒了斗崽子。家里的事情被他全包了，其他的野菜干、果干还有坚果之类的还剩了很多。别说是这个寒潮了，再过一个寒潮也够了。今年风鸣他们送了好多果干来，现在还剩了好多。从明天开始，每顿给风行他们加一点。明天给他们吃，不吃浪费了。
热季我们重新晒，吃新。今年家里的肉，这个山头的雄性送了不少。我也当了一回雄性野白饭的雄性。果干这些就更多了，几个弟弟加修宁他们送来的，堆在家里一点没吃动。伴侣嫌弃奶果直接喝没什么味道，加果干味道会好很多。喝不下了。怀孕时他说了一句坐月子要喝滋补的汤，这几个月汤就没断过。一边玩去，这是给我伴侣吃的，你们吃了他吃什么？就吃一口不不行吗？对崽子说不上严格，但绝对不是慈爱的那一种。只要每天好好训练，不会挨骂也不会挨揍，但生活上只负责把他们喂，其他的时间最好离自己和伴侣越远越好。要不是寒潮还没过，这个家早就没有他们睡觉的地方了。吃饭还能怎么办？当然是坐着吃自己的。不是很累，枫叶却大多数时间忙得脚不地。枫叶却大多数时间忙得脚不沾地。我们已经很久没做了，想要了。现在不想了。玩我呢？我太久没有节律过，都忘了是什么感觉。伴侣怀崽子前期不敢，中间不让，肚子大了后抱都不让他抱。崽子出生后，因为风煦，我们的神经一直紧绷着。没想到这方面来，确定他们没事了。阿婶又在这里照顾崽子，就是想也没办法。现在这个时机刚刚好。现在啥心情都没了，老实睡觉吧。生气又干不了什么，想笑又笑不出来。旁边几个崽子还在问我为什么要咬阿娘，为什么要乱说话，为什么不让他们住这儿？这些问题听得我头疼。再吼现在就把你们溜出去！快被气炸了！这样看着是怎么回事？长这么大就只在青佑身上这么憋屈过，现在又来几个。想问是啥意思？但阿爹那张脸像是马上要把我们丢出去，又不敢问。整个人埋在被子里，可睡不着啊！竖起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，心想着这事终于过了。再捂下去就熟了。不能节律，但能抱着吧？被这么一闹，身体最强烈的感觉已经过去，现在把人抱在怀中，感觉又来了。憋得太久，身体上的反应不是我说能控制就能控制的，难受得很。你摸摸。求你了，别再开口说话，刚刚还不够社恐，别带坏小崽子。要是人类幼崽，至少1岁之前不用担心这个问题，但雄性幼崽耳朵尖啊，虽然说不出话，但几双眼睛紧盯着就足够让人社死了。明明他们之前每个晚上都睡得很熟啊，要不你换个方法解决，我在这里看着他们。快过来，钻进去。很快了，你先忍忍吧。他们小时候还能经常在家，长大后陪着我们的时间不多。把他们送出去住2天，又接回来。过来，这样能使就送出去。眼风野动作马主出了一手一个，把崽子装进兽皮袋里。格尔子害子对毫不端的崽子安慰了一番，又眼睁睁看着枫叶头也不回的走了。你先去阿婶那里问问，他们没时间，再送到云朵姐那里去。修宁哥和云朵姐日子过得更刺激，现在说不定也在想着可以把崽子送到哪里去呢，哪里有时间照顾风行他们。别问为什么，懂的都懂。阿娘说阿爹很爱我们都是假的，碰得我脑袋，你往那边挪挪，又碰啥碰呀？还给我捏腿梳毛，我不去，脑袋晕？装他们的兽皮袋里面放了好多床被子，碰一下会多晕。这么冷的天，不让他们好好待在山洞，带过来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外面有多冷？部落里这么大的小崽子都被好好照顾着，害怕冻着，就你缺心眼儿，带着他们乱跑。我很少生气，现在却气得不行。你是怎么当阿爹的？是谁说我对自家崽子不好的？你也有脸说这个话？说阿爹不让他们吃饱，还要赶他们走，清楚着呢。阿婆听了这些肯定会骂阿爹。早就知道自己在他们心里没地位了，还是很心酸。用那么多被子包裹着，能冷到哪里去？你们说的对，所以让他们在这里多住些日子，吃的穿的都拿来了，改天我再来接他们。准备的真齐全，每天都在瘦，毛都不光滑了，快去弄点吃的来。这就去，家里要热闹几天喽。别穿了，一会儿还得脱。轻点儿。轻不了，把崽子送走就是为了这个时刻，轻不了一点。憋得太久的男人根本不给他翻身做主的机会，可算是逮到机会了。把崽子送过去时，他们都很高兴，阿婶和阿伯更是高兴的不得了，让他们多待一段时间。现在多好，只有他跟青佑待在一起，这才是他们该过的日子。崽子们被带出去吼得那么惨，能有多高兴？不是说有崽之后也最喜欢我吗？我就知道全是假的。不是假的，你别说话了，恢复点力气吧。这人跟不知道累似的，说个没完没了。我力气好得很，不跟你似的，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都这么弱，我感觉特别好。你好好休息，养足精神，咱们再来。要想让我休息好，是不是该给我吃饱啊？我一大早起来什么都没吃，之前还不觉得饿，现在不止只有手帕脚软，还饿得慌。应该是下午了吧？造这么久，不饿也得饿。要不是自己实在没力气，得一巴掌把他拍在地上爬不起来。伴侣真是越来越不行了，太久没节律，不适应，还是得多做。睡了挺长时间，现在应该休息好了。眼睛不是挺尖的吗？难道没看出我嚼饭的力气都没了？嘴里凶得很，
心里爱的不行。崽子也挺棒，还以为昨天晚上就会闹着回来，结果现在还没动醒。之前以为一晚上见不到崽子肯定想念的很，今天醒来发现没有崽子在身边真的太爽了。真能睡，比平时吃的多了，还是要动起来才行。就算有些果子成熟的早，还没到吃新鲜果子的时候，也已经快热季了。刚开始没心情吃，后来吃不下饭，全吃这种果子了，早就没了。见到新鲜的，内心还是很欣喜的。这被冻得梆硬，咬下去得崩牙。寻基狼部落去摘的，阿爷去年就是送了这种果子过来。这么小你就把它带回来了，颜色不对，大小不对，这没长熟啊。去的和阿爷就说过我了，这个什么果子都没得吃，但我就是不信，硬是去摘了一些。我试了一个，也不是那么酸。你不是说酸了开胃吗？正好可以多吃点饭菜。这说法没毛病，好大老远摘果子，这是值得奖励。虽然还没成熟，可心意难得。你现在不饿了吧？不知道是该摇头还是点头，主要是分不清风野问饿不饿是哪种饿。机会来之不易，我们不要浪费。我有预感，几个崽子快回来，我又得憋着。伴侣的主动他还是受用。真是欠你们的，大的不省心，小的也一样。一直让崽子在那里住着，昨天还好，那我就不吃了。我和风野不一样，和伴侣抢吃的。几个崽子都搞不定，在家里他们乖得很。哼，连吃都吃不饱，他们能不听话？你小时候也应该饿一饿，说不定现在听话多了。小时候有没有被饿我也记不清了，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说不定是被饿习惯了才变成这样子。风野搞得定就自己来，以后要是再敢送过去，我直接把他们撵出来。以后的事谁知道呢？阿爷，我们过2天又找你，下次多住段时间。我们想回来，只是太想阿娘，但没想过回来以后要吃不饱啊。听到阿爷说阿爹不给他们吃饱，这才想起来阿娘已经看了，接下来的目标是每天吃饱。好，等我回去睡2天就来接你们。崽子过去闹是热闹了，但让我睡不着觉，还是命要紧，多睡2天再来接。崽子们只要出去玩了，保证过不了多久就不想再回家。心里最明白，这是怕不给他们饿出阴影了。雄性不能惯，不能有事没事就给他们按腿梳毛，有那个时间多睡觉。过几天又会过去，不怕他们饿着了，又怕清幽太宠着，他可不想天天给崽子梳毛，他耐心不足。这脸变得也太快了。你怎么不看看我怀孕时你什么德行？阿伯阿婶对崽子们是隔辈亲，要宠溺很多，也不打算阻止。崽子们快乐的时间不多了，热季一到，风也不会让他们闲着。手心有点痒，出去一趟更黏着怕了什么？知道他们不挺好，应该是太想念自己了。我也想你们，很想。他们说阿伯给了他们好多肉，还吃了好多果干，终于吃饱了。问你为什么不拉着我，让我把他们送走？合着说了这么半天，全是各说各的。崽子们一点都不想我。阿爹在胡说什么？他们也说了想阿娘，很想。你怎么生了崽子还是这么瘦？云朵姐双下巴子都出来了，一脸幸福的模样，就知道这个寒潮她过得有多幸福。我没有瘦，只是跟你现在的一比就显得瘦了。确实比以前大多了，就是胀得难受，可疼死我了。马上反应过来是胀奶胀的。谢宁哥还在喝？对啊，这奶水多的一直往外飙，不喝就胀着疼，全给他喝了。原本想着等他胀着，过段时间就没了，可实在太疼。疼的手都抬不起来，没过多久就放了。好家伙，奶水小周崽是一口没捞。你的呢？野哥没喝，剩下风行他们前2天跟第3天才感觉胀胀的，可知道崽子体型太小，第2天就没感觉了，正常的很。他早就问过，有的雌性生了崽之后奶水很好，有的一点也没有。不过你真厉害，一次生了5个崽子，明明怀的时候我们俩的肚子差不多大，我却只生了3个，下次再怀好几个，你们家里就热闹了。风雨和风寻挺起小，过了这么久，这么互相收起都心一遍，所以还这几个月的健康最重要。这么重要的事，修囊居然没和我提过，这可不关修宁哥的事儿。前2个月，阿婶一直在山洞里帮忙照顾崽子，怕太多人来看，洞口塔台有冷气钻进来，都没解释，这更没有提出的必要。他的崽子生下来能吃能睡，都恨不得时时刻刻盯着，就怕饿着冷着。可以到清幽当时有多难受？你有什么事儿记得跟我说，只要说出来就没那么难受了。第一感觉是自己被骗了，自家崽子胖乎乎的时候，风也说再这样下去会长成海大他们那样，身体不灵活，猎物抓不到，打架也得输。看着云朵的3个崽子，那才叫一个胖。再看看自家的小的崽子，虽然走路来矫健优美，但一对比，而且这还是被阿莎使他们养着胖了一些的事实。风野的话也不能听了，没一句真的。老大叫风行，老2风泽，老4风石，老4风鱼，老5风寻，长得真好看，一模一样，这分不清楚啊。你看风行，那看人的目光和风野一模一样。风泽比较佛系，懒散的。风石没训练的时候，就他最呆。风雨和风寻最好认，只要一打架，铁定是他们2个。修庭、修康、修烈，盯着他们眼睛看，试图分辨谁是老大。主要是崽子长一个样，不经常看到，不观察其他特点，很难认出来。但敢肯定，只要一转身，再回头，就又分不清了。没指望清幽也能认出来，他还认了好久呢。风行那双冷的眼睛简直和大哥一模一样，长大了肯定也和大哥一样的无趣，一点也不好玩。风泽看起来不太风寻，最后你们在家待得好好的，怎么被送出去了？是不是不听话，惹你阿爹阿娘生气了？还是要把我们送走？他只是想让几个崽儿气大哥，好像听到什么不该听的了。你们记性可真不错，因为那件事他们才被赶出来的，肯定记得清清楚楚。你们阿爹欺负阿娘，你们就要保护啊。总觉得哪里没对，但他实在太小了，想不明白。我有办法帮你们。
在心里直呼不愧是大哥的崽子，都这样说了，居然还不上钩，索性也不抱希望，想到什么说什么。想要你们阿娘不被欺负，你们除了训练时间，就要一直待在她身边保护她。别看你们阿爹凶，那只是吓唬你们的，不会不给东西吃。要真不给，就来找小叔，我负责给你们抓猎物。你们阿爹以前对我可好了，就算打我也不会下重手，对你们就更不会了。大嫂也不会真的看到你们被打，所以不要怕，有时间就守在你们阿娘身边。你们还小，想和阿娘待在一起很正常。我就说你怎么时常被大哥揍，现在总算找到原因了。我也觉得你该被打。应该是阿伯叫你们过去商量事情。不闹了，有事情要做，崽子没法带，让他们和绵雨一起。自从有了火炕，部落里的崽子伤亡减少，还因为从寻踪狼弄回来了增力果，出生的雌性幼崽和雄性幼崽也越来越强大。寻踪狼和我们就不用说了，关系一直在那儿。赤月虎也和我们一起在兽辈面前发了誓，正式的绑在一条绳上，互帮互助，这对于我们接下来的计划有很大的帮助，一切都越来越好。回想这2年前热季自己在干什么，不是在做阿爹吩咐他干的事情，就是在山上乱逛。虽然说现在部落里的雄性和雌性很忙，但每个人心里越来越充实。只要能让雌性和幼崽过得越来越好，雄性越来越强大，忙一点根本不算什么。每个人心里都清楚，有的忙才代表生活越来越好，其他部落想忙还忙不起来呢。咱们要和部落里的雄性传达清楚，出去遇到果树苗和去年一样，该种的完事只需要栽。部落要做什么，拿一个东西记着，接下来要一件一件慢慢执行。虽然赤月虎部落在种出来的东西要交给我们一些，野人最怕的就是满足，也怕部落里的羽绒雄性越来越懒散，不然西部还没打过来，自己部落就会从内部瓦解。这件事大哥之前跟他说过，他的想法也一样，并且有时间在部落外的山头上去观察了一番。挨着寻踪狼的那些山头果树是不少，但能种东西的地方不多。和白灵鼠之间的山头说好又好，说不好又不好，种地的地方有，可我们把那些山头占了，他们的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。实力强大的部落，只要不是跟金刚熊一个德行，心中都是有傲气的。欺负一个比巨禽狼弱小很多的部落，并不会让他们觉得得意，而且那也不是最好的，他们还有其他选择。只有我们和赤月虎部落之间的那些山头符合要求，平整的地方多，树木稀疏的地方还可以种果树，这是我们现在需要的。北部历来都是部落和部落之间隔着距离，一直延续了很久，大家也习惯了这样的距离。巨婴狼把这些山头给占了，那么相当于把部落搞到了赤月虎旁边。他们不喜欢群居，这种习惯也不是说在兽神面前发了誓就能改过来。要是赤月虎突然说要扩大地盘和自己不挨着，那么巨婴狼肯定会把他们打出去。赤月虎隔壁是金刚熊，那些山头也不错，他们喜欢单独居住，等之后崽子需要的山头会越来越多。作为赤月虎成年的雄性，总要为幼崽考虑，提前把位置找好，提前授意。而且吃肉都会不怎么像的，只是不地大强像个穷理强兽皮，不要都不喜欢住在一起，部落想怎么做能让他们这样？想得到好处又不想办法，哪有这种好事？风川是最小的一个，小时候被宠坏了，导致他心里知道，不管什么事儿都有几个哥哥撑着，凡事不愿意多想。赤月虎的雄性虽说跟我们比起来会少很多，但按照他们照顾部落崽子那股劲儿，只要对崽子以后有好处，说服起来不难。就要想这答应，有什么好处？至于金刚熊会怎样，到时候见招拆招。我们一有动作，寻踪狼肯定会发现。如果我们之间的山头不能让他们占了，让他们往其他地方扩。这地方虽不适合用来种东西，但说不定以后用。先被他们占了，要是以后真需要，操作起来伤感情。提前说好，避免很多麻烦。白灵鼠部落挨着的那几个山头也一样，他们不一定有那个胆，没部落会打那里的主意。就算真有想法，也要看他们同不同意。对。让他们往外扩，我们部组在中间。要是那些山头被占了，以后想再扩大地盘都找不到地方。这个只要好好商量，问题不大。自然是为巨平狼部考虑的，赞同风野说的话。哼，如果光看着我就能把事情做成，你们可以多看看。你就没什么想说的了？你之前不是说要当选组长，说着玩的？其实也不算是说着玩，当时他真是那样想的。可青云800版生下来后，我便当风成了，没那么暴躁，我都言当组长，理智慢慢化回归。阿伯，你还年轻，现在说也太早了。你不用担心，我不能还有风言。如果他们2个也不争气，风行几个也快长大了，不用愁组长这位置落到其他雄性身上。这崽子说来说去都在糊弄他，让他成了几回神医。心间有变化，要不要当组长这事以后再看。部落里的事他了解的足够清楚，周围的部落和西部的雄性他也从来没放松过，要商量什么事都有参加，因为有把握，所以不急也不慌。想我了？站在洞口等，以后不用站在这儿，我几步就进去了。站在这儿完全是因为吃饭时间到了，每当这个时间段，崽子们已经饿得头脑发晕。这时还没回来，少不了要出来望一望。要是有人从这里路过，这画面被看到，少不了要传得到处都是。想亲就亲吧，没打断他做的美梦。几个崽子今天是跟着风鸣走的，不可能在那里睡觉，说不定马上就回来了，早有准备啊。好休息一下。你们现在已经长大了，吃东西不用再用碗装着，直接出去吃。早就想这么干了，一整块猎物吃起来多过瘾啊！再也不这些猎物吃完后，你们就要自力更生了。是跟着我去捕猎，还是跟着阿伯他们去都可以。是要跟着？是去抓一只野鸡，还是抓角兽回来？伴侣刚刚累着了，需要好好补一补。你们吃饱了不睡觉，全站在那里干什么？小叔说了，我们除了训练吃东西，要随时守在阿娘身边，好好的保护她。总算知道在阿伯那里商量事情时，风鸣义务不明的看了自己好几次是什么意思了。原来在这里等着他，开始拼了，得给他找些事情做。不然对不起他这么喜欢出主意。虽然不知道几个崽子在嚎什么，但这行动让他看出来了一大半。
这是不想让枫叶靠近自己，还比以前更执着了。小崽子们回来晚了，早那么1个多小时，还真的能成事儿。5个崽子围在身边，绝对可以让枫叶靠近不了他。想不想知道风小满现在过得怎样？听说去年他们刚搬过去时，风小满不分白天黑夜的在山头哇哇大叫，弄得附近几个山头的雄性都能听见。有脾气不好的去恐吓了一番才老实下来。前几天风小满阿爹去找族长求情，表示会好看住风小，不会再让以前住错山头，被族长一口拒绝，只能垂头气道就回去，整个人老了好多。那是他们活该，好好的日子不过，偏偏要搞事情。现在被部落里面的雄性排挤，哪里都会被人盯着，终于知道难受了。目光在2人脸上飘过，看样子他们早就几义务知道了。枫叶说过会解决好这件事，便没有再关心过，也不知道什么后续。知道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，心态没有丝毫不……那口气终于出了。幸好族长没有让风小婉一家回来，不然过不了多久又要搞事情。毕竟那种性格几10年不会一下就变回来。现在老实是因为形势所迫，时间久了又要暗戳戳的搞事儿。走了，阿婶过来了，一会儿我们铁定挨骂。怕族长夫人的原因，是因为自己粗心大意，稍有不对就会被盯上。族长夫人那眼神，可以让他到半夜睡不着。还好秦友眼睛尖，不然真的会挨骂。秦友，上来给我把脉。不明白，头都没抬，这就被抓住了。再跳，要是笑出来，下一个就是他们了。如果不跳，我就死了。知道自己说的不像话，但这就是他的第一感觉。他们和云朵一样，眼睛盯着地上，恨不得盯出一个窟窿，心里稍许安慰了点。看吧，不止他一个人没学会。优之，你来。感觉和青佑一样，脉搏在跳。不过刚刚这话已经被青佑说了，不好意思再重复一遍。这是在干什么？想把他的手按得又青又紫？行了，回去吧。今天是什么感觉？跳的是不是比昨天更有力了？想笑，不过怕青丘丧失信心，忍住了。还好枫颜的骨头的硬，随他怎么摸怎么按也不会喊痛，不像云朵姐和绵雨他们，稍微用点力就让他轻点。你之前说过我已经成年了，让他继续摸着自己的手指玩。我后边的不说话像也不会先，不过是说得过去吗？摸不出2瓶的冒泡感觉，想笑就笑吧。要是学艺那么简单，那部落里的雌性雄性都会了。你这么厉害，肯定用不了多久就能学会。要持之以恒。不想睡了，一起做晚餐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枫野种大米，带着崽子们去捕猎、摘果子、挖树苗。每天回来，把能直接晒干的果子切成小块。说忙也不是很忙，说闲又闲不下来。好在几个崽子非常听话，